系统，可算来了！你知道这2年我怎么过的吗？丁，满级神功系统激活成功。本系统专注宿主登临5道巅峰，只需完成系统下发任务，即可兑换神功敏级、神兵利器、灵丹奇药。爹，喝吧。你以前命硬，2次剿灭魔教，血流成河，尸堆成山，您都活了下来。没想到如今竟栽在一群山野草寇手上，这结局怎能不叫人痛心？不过，您和娘终于能团聚了。他在底下10多年，孤零一个人，怪冷清的。烈酒入后，如火燎舌，似刃割叟。我本是21世纪的普通学生，2年前一次意外，将我送到了这个世界。这是一个武风炽烈的宗武世界，真气可凝形，拳脚能裂石，高手辈出，顶尖武者腾空踏虚，独占千军。大周朝廷特设锦衣卫，6扇门、东厂专司缉拿要犯，镇压异动。我的父亲便是锦衣卫中一名干练校尉。7天前，父亲率队围攻黑虎寨，寡不敌众，力竭身亡。若不同僚拼死抢回半具残躯，我连入殓都只能铸个衣冠冢。爹，听杨叔讲，砍您一刀的黑虎寨大当家刘猛，带着几个喽啰逃进了深山。只要我进了锦衣卫，就能随队追剿，亲手为您报仇。可你也了解孩儿这点本事，若盲目去找刘猛拼命，跟送死没两样。所以您别怪我不孝，报仇这事儿得缓一缓，说不定下回围剿，刘猛就被锦衣卫当场格杀。那也算间接替您雪了恨，您说是吧？这副身躯的原主仗着有老爹撑腰，从没好习武，刀法、轻功、点穴样沾过，样没入门。等我穿越过来时，已经16岁。唉，都说穿越者是天选之子，咋到了我这儿混成这样？2年了，还是个3流，真是给穿越者丢脸了。丁，检测到宿主穿越满2年，系统激活中。武功直接满级，这也太逆天了吧！丁，新手礼包已发放，恭喜宿主获得龙象般若功满级。一股浩荡内力自丹田轰然炸开，无数玄奥符文涌入识海，是龙象般若功的运息口诀与实战要领。催动龙象般若功，牵引真气自丹田涌出，沿经络徐徐穿行。淤塞多年的窍泉接连被冲破，每开一窍，真气奔涌之势便快上1分，如江河破地，势不可挡。这就成了，吐气成剑。唯有5道登峰造极者方能真此境，这几乎是大宗师的标志。1个时辰前，我还是个3流末尾的废物；1个时辰后，任督贯通，跻身大宗师。仅用60分钟从末流跃升至绝顶，这便是系统的力量。说句实在话，系统真不是盖的。龙象般若功，密宗至高护法神功，共分13重。外功一掌击出，山崩地裂；每修1重，天龙一象之力。宿主当前境界第13重圆满。凭这一身修为，江湖风丧再现，入了无所谓于，性命之忧不必挂怀。唯一需提防的是暗箭、诡计、下毒这类阴险手段。锦衣卫世代承袭，父亲战死，我必须接替其职，不容推辞。之前我是3流废物，入魏等于送死，如今再无半分惧意。系统，我眼下有什么任务？丁，宿主触发主线任务，为父报仇。子报父仇，天理昭昭，义不容辞。请亲手斩杀负其人，黑虎寨大当家刘猛。任务奖励：满级电光神行步。轻功正是我急需之计。龙象般若功虽霸道无双，若追不上敌人，再猛的掌力也是空谈。爹，之前说报仇要缓一缓，现在不用了。小陈啊，别太难过，日子还得往下奔呢。是啊，人总得往前看。小陈，往后日子要是过得紧吧，别硬撑，开口说一声，街坊邻居都乐意搭把手。多谢婶子挂心，我挺好的。
眼下还缺个过日子的人。此地乃锦衣卫北镇抚司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几位辛苦了，烦请通禀一声，总旗萧若海之子萧晨，今日前来报道，确缺履职。萧晨，你是萧若海的儿子？既是一家人，进去吧。进去后别乱走动，管住眼睛，捂紧耳朵。自会有人领你去见千户大人。明白，多谢大人指点。杨叔，来了，小陈。这几天还熬得住吧？别太钻牛尖儿，事儿已经过去了。从今儿起，你得把爹的担子稳稳接下来。记住了，杨叔。记住，待会儿见了袁大人，礼数要周全，嘴上留神，别信口开河。知道了，杨叔。横着走的人往往走得最短，头回进镇抚司，半点不能轻狂。属下杨大力叩见大人。萧晨叩见大人。萧若海的儿子，不错，眉目清朗，倒有几分书生气。你爹是我带过的老部下，勤勉本分，干了10几年，虽没挣下大功，却积攒了不少。我原打算提他一把，世任百户，可惜他为追剿山匪殉职，护一方百姓平安，于国有功，你便接他就职，即日起任总旗。谢大人栽培。去吧，带他办手续，领官袍和兵器。属下告退。打今儿起，你就是锦衣卫的人了。以前倒没留意，你这小子模样真不赖。杨叔记得没错的话，你今年满18了吧？按规矩可以成家了。心里可有中意的姑娘？有就直说，杨叔替你登门提亲，保准把事儿办得利落。使不得，杨叔，我还小呢，成家的事儿不急。18岁还小，早些娶妻生子，早点添个胖小子，你爹在地下才安心啊。再说，锦衣卫这碗饭，行了，这些话暂且搁下，我先带你逛逛北镇抚司。锦衣卫内部盘根错节，一个眼神，一句失言，都可能招来祸端。北镇抚司下设16个千户所，另配诏狱、藏经阁，外加多处库房。咱们元雄大人掌管的不过是其中一处。咱们上面那位百户大人是谁？原先管我和你爹的朱百户，上回剿匪时殉职了，新百户人选还没定下来。要么从咱们几个总阁里提拔一个，要么上面另派一位过来。他也惦记着这个位子，当总旗多年，想再进一步，合情合理。先别琢磨这些了，我带你去东院见你手下那帮人。身为总持，你统下4个小旗，共40名力士。力士不必一一认全，但4位小旗必须当面见过。大伙儿听好，这位是前任总校萧若海之子，新任总校萧晨。各位安好，在下萧晨，今后还请多多照拂。大人好。不服，意料之中。那个叫赵哲的是你爹的老部下，也是上回剿匪活下来的唯一一名小旗，剩下3人都是前几日刚调来的。不过他们跟你不同，人家已干了好几年锦衣卫，你才是头一天上岗。我一来就是总旗，他们熬了多年仍是小旗，心理失衡再正常不过。先稳住局面，跟同僚处好关系，遇事别抢风头，能退一步就退一步。等过上2、3年，局面自会松动。他说的是老成之言，但我做事自有自己的章法。这地方在别人眼里是险地，在我眼里是一条登云梯。这便是锦衣卫天子亲兵的威压。龙象伯乳功已至大圆满，难在寸进，但内功本身仍可日精纯。自从任督二脉贯通以来，练功效率暴涨10余倍，这种通体成名的感觉，难怪有人能练到忘记一切。什么人？脚步声2个人正在翻墙进院。我住在这儿是锦衣卫的身份，左邻右舍无人不知，一般毛贼哪敢往这儿凑，来者不善。
没人。太弱，不堪一击。这一掌不过3成力，13重龙象薄热功果然霸道。功夫这么稀松，大半夜不在家歇着，偏要出来送命。这密室是老爹萧若海当年亲手所建。身为锦衣卫，有些事注定不能摆在台面上。到底谁想杀我？是老爹的旧仇，还是因为我接了总起这个缺，断了别人的路？若是旧仇，早在老爹下葬那会儿就该动手，何苦拖到现在？更可能是后者。有人觉得我不过是个功夫平的小子，随便找个亡命徒就能解决。我一死，总起位置立马空悬。猜来猜去没用，问清楚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我只问一句，谁派你来的？大侠，天大的误会，真是误会啊！我们就是来摸点银子的，借100个胆子也不敢动刀子呀！求您高抬贵手，把我当真风放了吧！刚踹开门就亮家伙，这叫不敢？当我是3岁孩子哄？千真万确啊，大侠！老娘卧病在床，娃才5岁，小人连鸡都不敢杀。是王二狗，动手的是他，我顶多在外头盯着动静。嘴还挺紧，倒和我细口。瞧见那些家伙是没？锦衣卫审犯人的老行当，一套下去，骨头能碾成渣。不过我懒得费那功夫，索性用我自己的法子说。谁指使你的？是个中年男人，真实身份小人真不晓得，但他举止气度绝不是寻常人，8成是当官的。还有左手背一道旧疤，拇指上套着枚翡翠扳指，水头足得很。此人已无用处，单凭混混的供词，休想扳倒幕后之人，但特征已明。触发任务，有仇必报，任务奖励满级降龙18掌。来得正好，不过是替我送神功上门的跑腿人罢了。草上飞，老爹教的底子功夫，寻常人1月不过1丈，而我5、6丈不在话下。明日一早去镇抚司查，且看谁先倒下。这年头没法安生了，昨儿半夜不知哪来的歹人杀了人，直接扔街上，死得惨呐！小陈啊，你如今是锦衣卫了，往后得多长个心眼，遇事别往上凑，保命才是头等大事。放心吧，李老头，我最怕死不过，真有危险，撒腿就跑，谁也追不上。逃命这本事，我认第2，没人敢认第1。死状蹊跷，官府也懒得追究，黑衣蒙面，一看就是贼人。草梨一管，乱葬岗一埋，案子便了结了。杨叔，早饭吃了没？今儿有活儿，待会儿你躲远些，别抢风头。刘猛，上次你逃了，还反杀了1名百婚，这笔账今日该算了。为父报仇，我等这一天不止3、5日。这位是新来的百户张英，你手下那个新任小旗张浩是他亲外甥，他一直活动想把张浩提为总旗。结果千户大人把名额给了你，待会儿留神些，他恐怕要拿你开刀。倒要看看谁先拿谁开刀。左手旧疤，翡翠半指，原以为寻凶还得费番周折，没想到刚踏进门道，凶手就坐在面前。这里是镇抚司，不是动手的地方。人都齐了，刘猛的藏身之处已查明，千户大人有令，务必将其格杀，永绝后患。防黑虎寨死灰复燃，此战不容有失，上回的疏漏绝不能再犯，听清楚没有？是大人。出发。赵哲、张浩、薛华、宋立民4名小旗。赵哲与我亲近，薛华、宋立民嘴上不服，但无恶意。唯独张浩，你死期到了，萧晨，那总旗之位本该是我的，轮不到你来做。敢动我的东西，你活不过今天。
小子怎会有这种眼神？他不过是个三流武者罢了，一定是眼花了。对，是错觉。一队、二队守村口，严防进出。凡形迹可疑者，即刻拿下，必要时格杀勿乱。3队、4队，随我进村。遵命，大人。老徐，已经被屠村了，村民怕是凶多吉少。四面八方约40人潜伏，我们这边80余人，兵力是对方2倍。是土匪，一个不留，就地正法！这位总监竟有这般本事，起码是1流高手。他今年才18吧？总监留神，我来助你。我先到的，让开！这混账竟真是1流高手，怎么可能？他不是资质平庸，连3流都勉强吗？真元外放，先天境高手，这就是黑虎寨大当家刘猛。该死的锦衣卫，老子都逃到这鬼地方了，你们还死咬不放，真他娘是疯狗！今日你们踏进此地，就别指望活着走出去！刘猛，你逃不掉了，今日你必死于此！锦衣卫早已布下绝杀之局，你插翅难飞，识相的立刻弃械受缚！几个锦衣卫，老子眼皮都不抬一下！什么天罗地网，老子一刀劈开，网破人亡！你也是个百户，来得巧。上回那个百户被我一招了结，这回看你成几刀！混账！小陈，带上你的人，跟我追！一切都在计划之中，借刘猛的刀送萧晨去死，等他一死，这个空缺就是我的。刘猛，路已到头，束手就擒，尚可留个全尸。想活命的尽管上来，老子就算死也要拖几个垫背的。小陈，此老重伤垂危，战力不足巅峰3成，你上前取他性命，便算你入锦衣卫首功一件。借刀杀人，赤裸的杨某，我若拒绝，便是抗命。他身为百户，当场格杀，合乎律令。猛虎濒死，尚能示人，何况刘猛？你不知道现在的我已今非昔比。属下领命。你竟敢杀张百户！你疯了！你完了！锦衣卫绝不会饶你！先天中期的张百户，一招都没接住。萧晨到底修为几何？给你们一次活命的机会，杀了他，只要动手，你们就能活。数3息，过时不候。别！愿听大人调遣。很好，你们很识时务。亲手结果张浩，便等于自断退路。从此，他们只有跟我一条道走到黑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击杀张英，有仇必报任务完成，奖励满级降龙18掌，是否领取？丁，检测到宿主诛杀刘猛，为父雪恨任务完成，奖励满级电光神行步，是否领取？领取。雄龙18掌，电光神行步，至高心诀已尽数通透。大人，接下来如何行事？张英百户身亡，我们该如何向千户大人禀报？禀报？张英是被刘猛所杀，与我们何干？张英百户忠勇果决，率众追敌，身先士卒。不料刘猛奸诈阴毒，设下埋伏，突施暗算，致百户失足坠崖，生死未卜。临危之际，张英拼死反扑，
当场隔壁刘猛。我等寻敌其师，这就是真相。属下明白。张浩不过一名小骑，死了便死了，镇抚司连他名字都未必记得。走，回营。情形如何？百户大人呢？百户大人遭刘猛偷袭，坠入悬崖，至今杳无音讯。这是刘猛尸体，是百柱大人坠崖前拼死所取。什么？百户坠崖了？谁会想到，一个入职才几天的总骑，怎可能对户动手？更何况素无恩怨，毫无动机。只能说这刘猛实在太邪门，竟先后害死2位百户，只能速派精锐下崖搜寻了，盼百户吉人天相。我们先反思复命吧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好小子，有出息，没给你爹丢脸。听说你亲手斩了10几个土匪。走吧，回金陵北镇抚司，将详情禀报千户大人。他是否起疑，已无关紧要。张英形神俱灭，锦衣卫查无可查。就算事发，大不了脱下飞鱼服，孤身闯荡江湖。有系统傍身，哪里都能站稳脚跟。正如我预料，镇抚司上下翻遍线索，未揪出半点破绽。袁雄派人在断崖底搜查数日，连根人毛都没找到，最终定性百户张英殉职。张英成了锦衣卫建制以来任期最短的百户，上任不到1天便阵亡。至于张浩，从头到尾没人过问一句。此事办得妥当，张英虽死，但功劳不可抹。匪首刘猛受首，悍匪尽数服尊，实为大捷。总金各赏白银50两，小级20两。尤其萧晨亲手斩杀悍匪16人，携刘猛属席回营，特赐3品武学1部。萧晨，听说你已踏足一流之境，潜心苦修，莫负所望。谢大人。18岁的一流高手，和我们这些30多岁才摸到门槛的人，分量截然不同。萧晨前程不可限量，突破先天只是时间问题。百户之位，迟早是他的囊中之物。而我们武道天花板早已触手可及，再难寸进。退下吧。属下告退。小陈，今儿可是把千户大人的脸面挣足了，这顿酒你请定了。对，必须请，银子不够，咱们帮你凑。请客没问题，就万花楼。不过得等各位先把赏银揣进兜里再说。50两银子，寻常百姓够活好几年，但对锦衣卫而言，不过寻常数目。抄家、剿匪、缉拿江洋大盗，来钱的路子多得很，一次所得长抵10年薪饷。藏经阁也称秘武库，上乘无数神兵利器、灵丹奇药，一应俱全。当年朝廷铁骑踏遍江湖，各大门派或被强夺，或主动进献。靠着这些绝学，朝廷锻造鹰犬，牢牢钳制武林。锦衣卫、六扇门、东厂，便是3支最锋利的刀。藏经阁乃禁地，闲杂人等不得擅入。新任总骑萧晨，奉千户袁雄之命，前来领取一门3品武学，请2位行个方便。大人请进，3品武学藏于3层，3层以上恕不接待。明白，多谢提醒。武学按品节分9等，1品最浅，9品最精，9品之上另立灵武之名，世间罕有。前2层只是入门通识，对我毫无用处。目录在桌上，想拿哪本自己翻，挑好了喊我一声。虽知此人修为深不可测，可这副邋遢避烂的模样，实在让人提不起半分敬意。不下8000册，近10000卷。3品武学虽非绝世奇功，聚拢如此之多，足见大周底蕴之厚。我有系统傍身，对这些典籍并无执念，只需一门配合绣春刀的刀法即可。
前2式刚猛爆裂，配合我13重龙象波折弓，招崩山裂石；末1式清洁如电，正合我满级电光神行步。眼下过渡足矣，日后系统发放更高阶刀道绝学，自会取而代之。规矩你清楚吧？秘籍只准自修，严禁外传。违者轻则锁进诏狱，重则废筋断脉。明白。参见大人，赏银都领到了。领了，全靠大人照拂。对了，我俩斗胆，请大人去醉花楼小酌一杯，还望大人赏脸。请客的事儿我来安排，别去醉花楼了，改去万花楼。今晚我请。不止你们，杨总级、赵总级几位也都一道。啊！金陵花柳巷，青楼楚馆林立，而万花楼正是其中翘楚。来，敬小臣一杯，前途无量！干！100户，1000户，路还长，这才刚开始。金陵城有句老话，青楼头牌与穷书生年都是同一出戏。书生得了功名，转头娶了富户千金，还朕有诗词：堂堂功名在身，岂可纳贱籍女子为正妻？这类事年年都有，我传来这2年，光是听闻就不下3、4回。那些酸溜溜的诗词歌舞，真就那么勾人魂魄？反正我毫无感觉。几位爷大驾光临，可有相熟的姑娘？若有，我立马派人去请；若没有，好姑娘多的是。拣2间敞亮的雅间，摆2桌硬菜好酒，再挑几个会劝酒助兴的姑娘来陪。得嘞，几位爷楼上请。杨大力他们爱的就是这种热闹实诚的，和那些吟风弄月的文人本就不是一路人，并非不想留，而是有洁癖。等日后位高权重，自然有更好的选择，何必急于一时？金陵城实行宵禁，有时之后百姓不得滞留街市，唯花柳巷、白玉坊、鬼市等几处例外。不过我身为锦衣卫总持，本就不受此限。太好了，你总算到了，东西已到手，快帮我拦住他们！借刀杀人，把我当挡箭牌，用心险恶。滚开！满级龙族扶弱弓，岂是区区先天后期能抗衡的？此人我素未谋面，更不关心你们之间有何瓜葛。今夜之事，我未曾看见，也未曾听闻。小友好手段，老朽差点走了眼。没料到你年纪轻轻，竟已是先天高手，掌上功夫更是沉雄老辣。只可惜你今晚不能活着离开。不管你认不认识他，也不管你与他是否沾亲带故，只要你踏进这地方，就别想再走出去。怪只怪你撞破了不该较见的事，既然看了不该看的，那就只能把命留下。反正都要死，不如先让姐带回去，好招待一番。细瞧，这位小郎君生得真是俊俏，跟姐姐走吧。若能让姐姐满意，或许还能饶你一命。正事要紧，办妥之后随你怎么玩。若误了护法的大计，咱们百死难辞其灾。不错，速战速决。此地是金陵，天子脚下，官府耳目众多，拖得越久越易生变。这女人貌美如花，毒如蛇蝎，稍有靠近，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小友，上路吧，我出手利落，不会让你受罪。我早已言明，不愿掺和此事，你们偏要寻死。
头婆，你断！我这一只手套刀枪不入，应剑。你太可怕了！你究竟是谁？全看错了，这小子根本不是羔羊，是猛虎。悔不当初，当时若放他走，何至于此？降龙18掌，飞龙在天。死在降龙18掌下，算你命里有光。今夜这场横祸，皆因他而起。3200两不算少，但真正有意思的是这张皮。那中年男子死前说东西到手了，指的就是这段誉与地图。也正是为此，才引来了3人追杀。可2样东西都不完整，我手上只得其一玉，究竟藏着什么？埋在地底的金山，还是失传已久的绝世武谱？罢了。眼下看不出名堂，日后兴许能派上大用。黑莲教，他们竟是黑莲教的人。身为锦衣卫，我怎会不识这朵墨莲？江湖之上以黑莲为徽者，唯此一家。黑莲教，世人称之为魔教。魔教根基深厚，大宗师境强者逾10人，更有天人境老祖坐镇，门下教徒10万众，堪称江湖第一巨擘。100年来数次民变，皆有其推波助澜，与大周朝廷势同水火。朝廷3次围剿，次次插叶而归，真可谓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没料到，这张藏宝图竟牵扯上了魔教。我纵是大宗师，可魔教内同境之人何止1、2？他们若要取我性命，只需抬一抬手。眼下绝不能招惹这等庞然大物。3具尸体，休想摸到我头上！能让魔教如此兴师动众之物，绝非凡品。可惜玉缺图残，看不出名堂。最险处即最安处，老祖宗这话果然不是白讲的。在查清来龙去脉之前，全当他们从未出现过。启禀护法，胖头婆、瘦头婆与毒娘子3人，昨夜在金陵城中彻底失联。哦，失联了。那我要的东西至今没着落。属下失职，请护法责罚。是朝廷动的手，锦衣卫还是6扇门？属下尚未查明。他们在何处消失的？属下尚未查明。今夜金陵可有搏杀动静？顺这条线追下去。属下已遣人彻查，今夜全城安宁，无半点打斗痕迹，连巡街更夫都说风平浪静。照你这么说，一点蛛丝马迹都没留下。是，属下无能。哼，饭桶！3个活生的先天高手在眼皮底下凭空蒸发，连根头发丝都找不到。你当本座在听戏？难不成他们真能腾云挂雾飞上天去？立刻重查，3日内我要他们的确切下落。查不到，你就提头来见。属下遵命。仅凭一声狼就震到心脉，护法的修为当真骇人听闻。能悄无声息抹掉3名先天高手，不留一丝破绽，十有八九是朝廷出手。若真是他们所为，那东西怕是已落入官府手中。不过无妨，那不过一份残卷，即便落到他们手中，也解不开其中玄机。且等着吧，大周，咱们耗得起。再过100年、200年，这天下终究要重归上官氏之手。听说你昨个没留宿万花楼，莫不是身子骨不太硬朗？杨叔，我对那些风尘女子没兴趣。只愿将来娶个清清白白的姑娘。小陈，你终于开窍了！杨叔这就给你张罗，你这出身，这本事，官宦家的闺秀或许眼界高，但金陵城里那些富户家的小姐配你绰有余。只要你点头，今晚就能拜堂入洞房。杨叔这念头，怕是早刻进骨头里了，掰不动。自打通任督二脉，习武录像暴涨100倍。3阳刀法这等3品武学，寻常人苦练数年难入门。我不过几日便已登峰造极，如今镇抚司里都知道我已踏足先天，只要再办成几件硬差，下一轮升迁名单里必有我萧晨的名字。总票大人，千户大人急召。
有活了。拿去看，刚从刑部转来的，你这趟差事。5月8日，城东富商李强之女李雪收到一朵牡丹花，次日夜遇害。5月11日，百济医馆女医潘若若收牡丹1朵，当夜遇害身亡。5月14日，城南皇室武馆遭夜袭，馆主独女黄子云与贼搏斗力竭身亡。黄振威率众赶来，尽数殒命，整座武馆49口无一幸免。5月18日、5月20日、5月23日、5月25日，永安坊富商苏月报案，女儿亦收得牡丹1朵。弄月公子，哼，也配叫公子？呸！受害女子逾60人，此妖步步为营，每次动手前必先送花示警，狂妄至极。此等败类，不除，天理难容。刑部的人在干什么？一个采花贼都拿不住，他武功很高。此人修为不过先天初期，不算顶尖，但轻功卓绝。刑部捕快多是寻常好手，追不上，拦不住。正因刑部束手无策，案子才移交锦衣卫。此案已惊动圣上，陛下震怒，京城脚下竟让一个采花贼搅得满城忐忑不安，朝廷颜面何在？刑部尚书昨天已被训斥，锦衣卫接密旨，限3日内缉拿归案。陛下都知道了，这事可真不小了。你已踏入先天，身法也颇为出色，这案子正是你的良机。谁能擒下此人，便是头功一件。袁雄这是在给我铺路。对刑部而言，追捕先天高手难如登天，可对锦衣卫来说，信手拈来。多谢大人提携。别让我白信你这一回。那贼子但凡露面，我必一击成擒。去吧，属下告退。丁，宿主触发任务，缉拿采花大盗，限期内将其缉拿归案，生死不论。任务奖励：血影狂刀。血影狂刀，风云世界顶尖神兵，比绣春刀强出何止数倍。这差事我接定了。你先别哭，我不是正寻对策吗？对策想了一整天，哪有什么主意？再拖下去，女儿清誉就全毁了。若她真有个3长2短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归玉明姐，这事儿比要我命还难办。若是冲银子来的贼，我双手奉上也罢，偏是采花贼。老爷，锦衣卫的大人到了，快请进来！不，我亲自迎。盼星盼月亮，总算把诸位盼来了。苏家主不必忧心，锦衣卫既接此案，必保苏府上下平安无户。眼下，请您细述始终，我们也好着手布置。好，请诸位大人移步内庭详谈。昨天早上，小女苏婉儿一睁眼，便瞧见枕边躺着一朵牡丹。他就寝后房门壁落纱上锁，从外头根本无法开启。可那花片出现了，说明有人趁他沉睡之际，悄无声息潜入内室。近来城中连出6起采花案，那贼神出鬼没，我女儿是第7个目标。昨夜刑部差银河50层子把守，贼人没有现身，但我知道他只是暂且按兵不动。萧大人，小女就托付给大人了，万望大人务必护她周全。只要婉儿平安，老朽愿倾尽所有，重谢诸位大人。苏家主放心，锦衣卫办案向来没有拿不住的贼，他若敢来，就别想活着离开苏府。总厨大人所言极是，凡他出手，从无失手之力。有我们大人坐镇，小姐绝不会有一丝闪失。有大人这句话，老朽便踏实了。这几日，请各位大人屈尊住在我苏府。眼睛都给我收回去，不该看的少看一眼。是大人。手下都是些粗人，举止适当，还请苏家主海涵。萧大人，这位便是小女苏婉儿。婉儿，快见过锦衣卫总旗萧大人。小女子拜见萧大人。大人安好。苏小姐有礼。那采花贼眼光到毒，挑中她，却非偶然。小姐，小姐，快回神！萧大人已经走远了。小姐盯着萧大人瞧得眼都不眨，莫非心里头已敲住进他啦？瞎嚼什么舌根！我和萧大人今日才头回照面，
哪来的喜欢不喜欢？再说了，眼下那采花贼还像影子似的追着我，我哪还有心思琢磨这些？有萧大人守着，小姐定能平平安安度过这一关。若真能躲过此劫，萧大人便是您的救命恩人呐！这救命之恩嘛，自然要以身相报才对。小姐生得明艳动人，琴棋诗画无一不精。萧大人年不过20出头，已是锦衣卫总旗，前程似锦，气宇不凡。依奴婢看，您二位啊，就是老天爷亲手配成的一双璧人。找打！你这小蹄子再胡应一句，我这就把你许给诚心卖豆腐的老王家！哎呦，别，小兰再也不敢了。照此人每隔2、3天便作案一次的性推算，今夜必至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哼，锦衣卫也不过是些绣花枕头罢了。苏婉儿神不知鬼不觉，美人儿满满的探手迷香，准备掏出来了。你在找这个？你毁了我的根基，你不得好死！只有作恶多端者，才配不得好死。进了诏狱，你做的每一件脏事都会一分不少的还回来。此事已惊动皇城，此人必被当作典型，一律严惩，以儆效尤。多谢大人擒获此良，若非大人在此，小女今夜怕是难逃毒手，请大人受老朽夫妇一拜。鸡胸补刀，本就是锦衣卫分内之事，二位不必如此。救命之恩岂是职责二字可抵？我苏月虽是商贾出身，却也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道理。今夜需押人回司复命，贼既伏法，我等这就告辞。大人既要赶回司里复命，老朽不敢强留，只盼明日务必拨苏外邻。好说。小姐，萧大人走远了。瞧这模样，小姐怕是真动了心。若真有意，奴婢替您去跟老爷提一句。莫瞎说，萧大人年纪轻轻已是总旗，前程似锦，怎会看得上我一个商户之女？商人纵有万贯家财，身份却排在士农之后，这样的人物，多少官宦人家的小姐抢着想嫁，轮得到我？萧大人，一点薄礼，聊表心意，还望不要推却。有心了。这是锦衣卫不成文的规矩，也是养兵活命的门路。我若不收，旁人照收，反倒格格不入。5万两，分给弟兄们，辛苦一趟不容易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从头到尾都是大人一人擒贼，我们不过站岗放哨，他独吞全部也无人敢吭声，却偏偏分了大家一份。这样的上官，打着灯笼都难找。奇怪，系统迟迟没有弹出任务完成的提示，明确写着生擒或击毙皆可，压根没提必须押解归案。问题出在哪儿？就算再贪恋美色，也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，除非不是一个人。现在才反应过来，完了！可惜呀，那朵最娇艳的牡丹，我还没来得及摘呢。所有人跟我走，快！你再上前一步，我就当场自尽。小美人儿，别挣扎了，今晚你跑不了。萧大人不会放过你的，一定会坠入18层地狱。那锦衣卫早走远了，眼下没人救得了你。你若真寻死，我不碰你，你忍心看着爹娘无辜横死吗？不要，萧大人！这回可跑不掉了。没事了，起来吧。好了，过去了。那采花贼并非一人，而是2个，一对双生兄弟。我推断出这点后，料定我走之后，另一人必会再对婉儿姑娘下手，便立即折返。所幸赶上了，婉儿姑娘毫发无伤。贼人已被我击毙，把尸身抬出来。遵命。
萧大人，真是多谢您了。若非您目光如炬，识破贼人诡计，小女今夜恐难逃毒手。此等救命大恩，老朽实在不知该如何报答呀！使不得，苏家主，快请起。说到底，还是我们疏漏在先。倘若早些想到是两人联手作案，本不该让事情演变成这样。这话可不敢当，贼人手段隐蔽，谁能想到竟是孪生兄弟互为掩护？萧大人能拨开迷雾，力挽狂澜，对我苏家而言已是天大的恩德。两个贼人都已伏法，此案彻底了结，再无后患。婉儿姑娘受了些惊吓，但身子并无损伤，静养几日便可恢复。诸事妥当，我这就告辞了。丁，捉拿采花贼任务已完成。这次差事真是一波三折，可不是嘛？谁能料到贼人竟是两个？若非大人当机立断，咱们这趟差事怕是要栽跟头。大人真是心思缜密，洞若观火，小人对您的敬仰真如长江大河，奔流不息。大人英明果决，明察秋毫，能看破如此狡诈伎俩者，放眼天下唯大人一人而已。你们说的虽是实情，但话不能这么直说，传出去影响不好。萧总旗，萧大人，您这效率也太高了吧！早上出门，晚上就把采花贼拿下了，您这不是逼着刑部喝西北水吗？这采花贼本是平，胆子倒不小，如今伏诛，只能说恶有恶报，迟早罢了。萧总局说的是，属下恭喜总局再立新功，前程似锦。借你吉言。别盯着看了，有些人生来就踩在我们够不着的地方，20出头的先天境，这样的人想不腾达都难。系统领取奖励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圆满完成抓捕采花贼任务，发放血蚁狂刀，奖励已到账。此刀以4大神石之一的白鹿铸教，天下至寒之气，出刀见飞雪，杀人不见血。未等热血溅出，便已被刀气动作冰晶。好刀，不愧是风云榜前10的神兵，当真冠绝当世。飞鱼符尚可将就，绣春刀却另当别论。镇抚司里100户以上者，10有8九用的都不是绣春刀。个人所修武艺不同，自然各取凑手之兵。萧总领早，萧大人威武！采花贼落网的消息已经传开了。快走，老早。小陈啊，你一出手，俩贼全撂倒了，这下可真是名震京师了。这回其司里里高手如林，随便挑一个出来都能拿下贼人，全赖千户大人信任，才把这差事交到我手上。千户肯信你是一回事，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又是另一回事。你还不知道吧？私下里多少人等着看笑话，说你年纪太轻压不住阵脚，结果消息一传开，那些人全哑火了。往后谁还敢因你年轻就小瞧你半分？属下萧晨参见千户大人。免礼。这事儿办得利落，陛下限令3日擒贼，你1天就结案，干脆。奏报递上去，陛下甚为嘉赞，特擢你为北镇抚司百户，即日起你便是百户了。来人！非渔夫的料子，绣春刀的分量，确实远非总户规制。可惜我已有血引刀，这把绣春刀只能当个摆设了。小百户，望你往后尽心效力朝廷，一如眼下这般稳重可靠。是，属下谨遵吩咐。左耳进右耳出，我凭什么对一个素为谋的皇帝掏心掏肺？凭空冒出个身份尊贵的人，就要人豁出命去效死，搁谁身上都说不通。此次受朕之外，陛下另赐白银1000两及5品丹药1瓶。丹药你持本座开发的条子，自去藏经阁挑选便是。是，属下告退。真没想到萧若海那个资质平平的老实人，竟能养出这样的奇才。我要有这么个儿子，早四处显摆了。属下已调夺萧晨过往履历，16岁前他毫无习武兴趣，根基松散，连3流门槛都迈不过去。16岁后却像换了个人，日苦练，废寝忘食，可近2年的实教仍只堪稳在3流水准。这般突兀的转变，实在令人费解。或许他早年刻意藏拙，他爹是锦衣卫，树敌太多，少年人懂得自保，倒也合情合理。若真如此，此子心智远超同龄，确可委以重任。也可能是撞上机缘，拂过天才地宝，获得高人醍醐灌顶。他言语含蓄，多半藏着些不能明说的底细。人都有底牌，守得住便是翻身的资本，守不住反成催命符。锦衣卫里背负秘密者何止1、2，只要不是魔教安插的钉子，其余皆可容让。这点不必多虑，能在这般年纪踏破先天之境的绝顶天才，魔教绝不敢往锦衣卫里塞。一旦暴露，代价太大，
他们输不起。萧晨过往虽有疑点，却无实质污渍，家世清白，确有栽培价值。正因如此，我才将这步棋压在他身上。锦衣卫向来论技不论心，只要他不是魔教细作，哪怕有难言之隐，本座照样敢用，敢压蛋。以我如今修为，真正需防的是下毒、尸蛊这类阴损手段。玉心丹、五品解毒圣药，凡五品以下诸毒皆可力解，五品以上剧毒亦能大幅削弱。一降3例，3次救命机会，绰绰有余。恭喜大人上任百户。免礼，秘籍可挑好了？挑好了，全赖大人提携。大人，苏府刚遣人送来急信，苏月今晚在镜湖酒楼设宴，专程恭候大人赴约。好，我记下了。有人做东，自然不必推辞。镜湖酒楼金陵城首屈一指的名馆，当值时间还没到点呢，就急着赴宴去了。萧百户这可有点玩蓝值手的意思啊！大人，他是百户杨振杰，听说背后站着千户李林，首府李文博的长孙，咱们最好别招惹。千户李林，先天境修为就坐上千户之位，按规矩少则得宗师修为才够格，谁让他是首府的亲孙子呢？有事。萧晨，你进锦衣卫才1个月，全靠撞大运抓了个采花贼才捞到百户衔，凭啥跟杨白党平起平坐？太张狂了，小心栽跟头！哼，本官只是提醒萧大人一句，眼下仍在当值时辰，还请恪守职守，莫要坏了规矩。别以为混上个百户就尾巴翘上天了，你差得远呢。就为说这几句空话，要是说完了，就劳驾让个道，别挡我视线。再者，本官如今也是百户，想教训我，你还不够分量。你萧晨，你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连天高地厚都不晓得了。本官念你年纪轻，好意点拨，你到白棋谱来了。点拨？咱俩熟吗？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？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？等你哪天熬上千户，再来教我做人。狗拿耗子多此一举，真当自己是个人物，硬撑面子也不怕把脸崩裂了。本官好歹是百户，你不过是个总旗，哪来的胆子在我面前言意狂吠？莫非是想犯上作乱？萧晨，劝你收敛些，年轻人火气太好，迟早烧坏自己。不带点血性还算什么年轻人？只有窝囊废才注定没好下场，比如你。这位就是新来的萧百户，果然相貌堂堂，听说才18岁，可定了亲事。对面那位杨百户可是30好几的人了啊，30多了，怎么瞧着像40出头？萧文远，就等你先动手，来得好！大伙儿都瞧见了，是他主动寻衅，也是他先动的手，我纯属被迫还击，自保而已。谁能想到他这么不经打，我还没怎么发力，他就飞出去了。我看他8成是想讹人，真有事找他，可跟我半点瓜葛都没有。大人，这事儿真没关系吗？杨振杰好歹是百户，听说他背后是千户李林，而那李林可是首府李文博的亲孙子。不必理会，李林再硬的后台也管不到我们头上，咱们听的是原千户的令。再说今天这事儿跟他八竿子打不着，10有8九是杨振杰自己憋着气来找茬儿。这场冲突的根子还是落在采花贼案子上，有水后功劳大，杨振杰眼红我独揽此案，这才按耐不住。李林不过靠祖荫坐上天户之位，论实权跟袁千户差了一大整。袁千户身后还有指挥使夏云星撑腰，夏大人与首府李文薄势同水火，拼背景，谁怕谁？打伤同僚终究是条罪名，杨振局回头会不会借题发索？那就更不用操心了，动手我不过顺势割挡，自卫反击。他若事后还敢纠缠，脸面还要不要了？再说了，人没死，骨头断了，养1-2个月也就复原了。消息很快传遍北镇抚司，新晋百户萧晨一掌撂倒老牌百户，干脆利落，震慑全场。这长进太狠了，萧百户底子扎实的很。原以为他根基不直，看来是咱们走眼了。能擒住采花贼，靠的可不是运气。萧百户不仅相貌出众，功夫也这般了得，不知可有心上人？要是人家早有心上人呢？
那也没关系，多一个也不嫌多嘛。长得俊也就罢了，武功还高，武功高也就罢了，还这般年轻，这还让不让人活了？事情传着传着，味道就变了。有人说杨振杰纯粹嫉妒萧晨长得太俊，想削他面子，结果反被削得腹无完肤。有人说杨振杰想指点萧晨前辈心得，结果发现自己才是该被指点的那个。还有人说杨振杰暗恋一位女白领，偏巧对方轻行萧晨，他咽不下气才上门挑衅。萧晨，我跟你没完！大人，咱们赶紧去寻千户大人吧，把萧晨的所作所为如实禀报，千户大人定会替咱们主持公道。镇抚司内严禁私斗，萧晨竟当众将大人打成这般模样，分明是公然践踏规矩，我看他拿什么跟千户大人交代？好，你们扶我起来，咱们这就去见千户大人。萧晨，你等着，这次你必死无疑。你们俩手轻点行不行？没看见老子浑身是伤吗？属下该死。老朽不是早叮嘱过了，筋骨损伤少说也得静养100日，伤没好就乱动，这不是添乱吗？真拿你没办法，好不容易接正，这下又得重来一遍。嚷什么嚷？堂堂男子汉，连这点疼都扛不住。别哭天抹泪的，有点血性。大夫，您就不能手下留情些？接骨不用麻肤散也就罢了，先风血止痛总该有吧？哎呦，惭愧，一时疏忽给忘了。人老了记性差，杨百户多包涵啊。忘了，反正也接上了，还省下一贴吗啡散的钱，多划算。我缺那几文钱。只要结果妥当，过程嘛，何必太较真？来，躺好躺好，养伤最要紧是心绪平稳，万动不得怒。这几日千万别下床，若再断一次，老朽可真不敢保你这条胳膊了。听说杨百户是因心上人被萧晨横刀夺赖才去找他麻烦的，可是真的？男人嘛，老朽懂，心上人被人抢走，当然得抢回来。加油，老朽挺你。想当年，老朽也是这么把婆娘抢进门的。萧文远，此仇不报，我杨振杰誓不为人。萧大人，这景致如何？哈哈哈哈！花开红树乱莺啼，草长平湖白鹭飞。风日晴和人意好，夕阳箫鼓几船归。镜湖之名传遍天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没想到萧大人出口成章，随口吟来便是佳句，老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这哪算什么才情，不过是触景生情，信口而出罢了。比起舞文弄墨，我倒更爱拳脚功夫。萧大人太谦了，老朽虽是个生意人，也曾念过几年欢书，方才那首即兴之作，寻常秀才，举子怕是难及万一。婉儿，过来，敬萧大人一杯，谢他那日出手相救之恩。小女子感念萧大人救命大恩，敬您一杯，请满饮。苏姑娘太见外了。敢问萧大人，可以许下婚约？家母早年离世，家父亦于近日先有，故而至今尚未定下亲事。萧大人节哀。那萧大人心里可有倾情之人？哎呀，老朽唐突了。萧战年少英杰，风神俊朗，想必早有人入了您的眼。我眼下并无心仪之人，莫非苏家主有意替我牵红线？听说您是金陵首屈一指的商贾，主营酒肆与珍宝行当，怎么如今连媒人的活计也揽上身了？老夫正有此意，不知萧大人觉得小女如何？苏姑娘容貌出众，楚楚动人，性子柔善，温贞知礼，在金陵城里确是难得一见的闺秀。既如此，萧大人可愿迎娶小女为妻？只要您点头，嫁妆必厚，绝不寒酸。苏姑娘自己应允吗？
我们不过相识2日，未免太快了些。苏家主就不怕我是个薄情寡义、始乱终弃之徒？先不论婚姻向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单说萧大人救回小女性命这一桩，便足以为恩情所系。况且小女对您早已芳心暗属，否则老朽怎会这般冒昧开口？这年头成亲，当真比签契约还利落。2天功夫，苏婉儿便已默许托付终生。苏月非但不拦，反倒亲自提亲，还要添置丰厚嫁妆。搁在前世，哪里去找这般温婉可人、家境殷实的好姑娘？还有这样通情达理的老丈人？既然苏家主不弃，婉儿姑娘亦不嫌，在下自无不从之理。小婿萧晨拜见岳父大人。好，贤婿快请起。古人说以身相许，今日看来果然不假。苏世伯在上，小侄贾仁义特来请安。听说婉儿姐也在，小侄备了薄礼，专程奉上。金陵2年，头一回见这么扎眼的主，把显摆2字刻在脸上，穿在身上，插在头顶。苏世伯身子可还硬朗？婉儿姐姐久违了，小生给您见礼。贾贤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老夫正在陪客，你这般硬闯，眼里还有没有规矩？你爹平日就是这么教你的？前几日听说婉儿姐染了风寒，小侄连夜挑了几样滋补药材，还望姐姐笑纳。苏家不缺这点东西，拿回去吧。人也见过了，请回。老夫还要陪贵客。贵客，世伯莫不是逗我？就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算贵客？您该不会是被他蒙了眼吧？贾仁义，你放肆！老夫待谁为何待谁？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，还不速退下！世伯息怒，小侄真是为您着想。近来金陵骗子横行，有些混专办读书人招摇撞骗，小侄怕您吃亏，才多嘴一句。再说了，咱们迟早是一家人，小侄替您把关，本就是分内之事。闭嘴！谁跟你是一家人？婉儿早已许了人家，婚期就在眼前，你往后不必再登我苏家的门。还有，这位是锦衣卫萧大人，不是什么江湖骗子。他许给谁了？我怎么从没听说过？世伯，您该不会是嫌我烦，编出这话搪塞我吧？你是哪根葱？老夫犯得着哄你？喏，就是他。岳父若需称赏，我自会开口。既然没发话，安心做准女婿便好。他穿的土里土气，一看就是穷酸出身，凭什么娶婉儿？他这一身行头，还不够我一顿饭钱！给我上！卸他2条腿，拖出去扔大街上！癞蛤蟆也敢打天鹅主意！贾仁义，你敢当众行凶！岳父稍安，这种不成器的玩路，小婿自有法子收拾。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动手打人！你方才让人断我的腿，如今我照做一次，打断你的腿，想必也算公道吧？你真敢动我？你可知道我表哥是谁？哦，要亮后台了，那不妨说来听。你表哥是哪路神仙？官居极品，手握何权？我表哥是锦衣卫总旗，你若敢碰我一根手指头，就是当面抽锦衣卫的耳光。锦衣卫你听过吧？那是皇帝钦点的禁卫，冒犯锦衣卫等同谋逆，抄家灭族都不够填罪。怎么样，怂了吧？怂了就立刻跪下磕头。哼，本少爷心一软，兴许还饶你一命。原以为背后有什么通天人物，结果就一个总持。
从六品的小吏罢了。贾仁义，老夫刚才的话，你莫不是左耳进右耳出了？老夫早说过，老夫的女婿也是锦衣卫的人，这位正是新任锦衣卫百户萧晨大人。骗人也编个靠谱的借口，真当我是傻子，信你这些？你真是锦衣卫百户？你说的不错，锦衣卫确为天子亲军，胆敢袭扰锦衣卫，按律即属谋逆，株连3族。那么，本官现在该怎么处置你？要不要先抄了你家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小人有眼无珠，冲撞了大人，罪该万死。求大人念在小人表哥也在锦衣卫效力的份上，留小人一条贱命。小人再也不敢纠缠苏小姐了。萧大人风神俊朗，苏小姐倾国倾城，二人天作之合，珠联璧合，是小人癞蛤蟆打哈欠，好大的口气，小人再不敢了。这小子倒是个明白人，纨绔并不可怕，可此人能屈能伸，为活命连尊严都能甩在地上。这种人就像暗处前行的毒蛇，不动则已，一动便是致命一击。图谋加害锦衣卫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你就安心躺上几个月吧。拖你们少爷走。谢大人开恩！谢大人开恩！贤婿，身子可还好？贾家背后毕竟站着一位总持，这事会不会牵连到你？无妨，一个总茄罢了。白天我刚把百户按在地上揍了一顿，区一个总茄不值一提。没事就好，贤婿，咱们趁早定下你和婉儿的婚期吧。你看哪天办喜事最合适？哈，全凭岳父做主。千载难逢的顶级苗子，晚一天都怕被人捷足先登。我的儿啊！是谁让他毒手把你糟践成这样啊！老爷，你可得替儿子讨个说法，绝不能放过那凶手。今天你们出门到底干了什么？一五一十，给我讲清楚。苏家姑爷好大的威风，还有苏月，竟敢把我儿子害成这样，我贾家跟他不死不休。老爷，那苏家姑爷是锦衣卫百户，百户就能随便伤人，忘记律法？他眼里还有没朝廷纲制？是少爷先动手的，真要报官，咱们理亏在先啊！难道这事就这么接过去？我儿四肢尽匪，我这个当爹的竟连句公道话都说不出。老爷，万不能忍啊！哪敢这么对我儿？不剥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，我死不瞑目！那你倒是说，眼下怎么办？大伤仁义的是锦衣卫百户我贾家，拿什么去跟一个百户硬碰？轩儿不也是锦衣卫吗？快请他来，让他拿个主意。速去请轩少爷。是。轩儿，快来！你表弟被人打得只剩一口气，全指望你替他撑腰，讨个公道啊！你们说，打伤表弟的人叫萧晨。不错，轩儿，你认得他？岂止认得，萧晨是锦衣卫新晋百户，年纪虽轻，却已踏足先天之境。就在今天，他镇抚司当众出手，把另一位百户打得吐血昏迷。伯父、伯母，此人咱们万招惹不起。在镇抚司当众动手，还把百户打成重伤，他在镇抚司同僚，竟没人治他的罪。听说千户元雄对他颇为赏识，早把他当心腹在培养。此人自身本领过硬，背后更是根基深厚。伯父、伯母，依我看，咱们万招惹不起。表弟虽被打得不轻，好歹捡回一条命。若再硬着头皮往上撞，怕是全家都要跟着遭殃。也只能如此了。时势压人，又能如何？老爷，使不得！闭嘴，都怪你！平日里一味纵容，从不约束管教，他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你要是还想儿子活着回来，
就给我安分些，别动那些糊涂念头。真闹出大事，连我也兜不住。轩儿，你明日带1万两银票去见萧晨，就说贾家教子无方冒犯了他，老朽惭愧至极，特命你登门致歉，谢他网开一面。什么？还要给他送钱？老爷，您是不是烧糊涂了？你懂什么？我这是在保全整个贾家，万一萧晨表面放他一马，暗地里却设局算计咱们怎么办？我主动送礼，就是要把他的火气彻底浇灭。他只要收下这1万两，这事儿就算翻篇，贾家才能安稳过日子。听明白没有？轩儿，这事就托付给你了。伯父放心，萧百户瞧着雷朗坦荡，并非心胸狭隘之人，料想愿就此罢休。好好，最好如此。属下贾轩参见萧百户。贾轩，姓贾，是为贾仁义的事来的。属下是贾仁义表哥，舍弟年少无知，冲撞了大人，属下特来代他赔罪。这是家伯特意备下的心意，还请大人笑纳。这事我早料下了，赔礼就不必了。舍弟闯祸，家伯再三叮嘱，务必请您收下，全当贾家一点诚意。既如此，我就收下了。等你表弟养好了伤，你也得多加管束。金陵城里贵胄云集，不是谁都能横着走的。别以为有人撑腰就目中无人，肆意妄为。这次撞上我，算他运气好。下次若得罪了更硬的主儿，小命难保不说，还可能拖累满门。大人教训的事，属下回去定严加约束。行了，去吧。他肯收下，这事总算翻篇了。1万两，这些大户出手，倒真是阔绰。白送的钱不要才是傻子。况且我本就没打算秋后算账，有仇当场就报干净了。参见大人，早饭吃了没？没吃的话，这儿有点心。仇人送的东西，我可不敢入口，还是手里的烧饼实在。不过白丢了可惜。多谢大人。参见萧大人，千户大人有请。哦，又有差事。属下萧晨见过千户大人。萧晨，你胆子不小啊！千户大人此话怎讲？属下实在不解。你还装糊涂？昨儿刚升了百户，转身就把杨振杰打趴下了，这胆量够不够大？锦衣卫明文禁令写得清清楚楚，同僚之间严禁私斗，你莫非没读过？伤手是杨百户，实非本意，属下已刻意收了几分力。收了几分力？你把他一条胳膊生生藕断，3根肋骨全数震裂，5脏6腑都震出了淤伤，这也叫收力？照你这说法，要是不留手，岂不是当场就要他命？属下不敢。锦衣卫律法，属下牢记于心，绝不敢知法犯法。哼，但愿如此。杨振杰的事暂且搁下，眼下有正经事教你。7日后，瀚海国使团将抵京师，此番他们送来一位公主，与我大周缔结姻亲。禁军既已接手护送，咱们锦衣卫何必插手？这次不过是走个过场，蹭点功劳罢了。原本这活是派给杨振杰的，偏巧被你一掌拍得卧床不起，少说也得养满1月才能下地，任务这才落到你头上。这么说，我倒成了抢他功名的人。杨振杰怕是要恨我入骨了。你心里明白就好。宿主出发任务，护送瀚海国使团，请确保使团全员平安抵达金陵国公馆。任务奖励满级灵犀一指。灵犀一指，2指夹天下兵刃，既凌厉无比，又潇洒至极。好功夫！一切尽在预料之中。萧晨，欺人太甚！此仇不报，我杨振杰誓不为人！大人息怒，千万保重身子啊！是啊，大人，报仇不急在一时，等您痊愈了，机会多的是。萧晨，
你且得意几天，等我养好了，定叫你血债血偿。该死的萧晨，你给我等着！今日我奈何不了你，可来日方长我耗得起。还有苏婉儿这个贱人，总有一天我要你跪着求我饶命。少爷，夫人亲手炖了人参乌鸡汤，您趁热喝一碗吧，补身子。进来。少爷，这汤香得很呐。这是我娘专程为我熬的，能不香？就这一碗汤，够你干100年也挣不来。是，少爷金贵，小人哪敢比啊！哼，算你识相，还不快过来伺候？这汤怎么犯苦？小的也不清楚，兴许夫人加了什么药材。您身上有伤，药性重些也正常，良药苦口嘛。少爷趁热喝完吧。你往汤里放了什么？结束了。少爷刚睡下，二位小声些，别吵醒他。滚一边去！爷做事轮得到你教？管事大人，家中突发急事，求您允个假。报应，这就是报应！我替你报仇了！少爷，少爷，该用早饭了。少爷被害了！少爷被人害死了！儿啊，我的儿啊！你睁眼看看娘啊！表弟断气已逾4个时辰，凶案应发生在昨夜。昨夜谁进过这院子？昨夜只有一名仆役来送鸡汤，放下汤碗便退下了，此后再无人踏入半步。他是谁？立刻给我揪出来！给我搜！掘地3尺也得把这挖出来。就算把金陵城掀个底朝天，也要把他拎回来。不剥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千防万防，家贼难防，在府上当差3年，竟是条毒蛇。大人，您之前交代刘毅的假发出事了。少爷贾仁义死了。大人，贾仁义死了。死了？不对劲，我留在他体内的真元须得半月方才摧散，眼下远未到时候。听说动手的是芷家一个仆庸，为报血仇，在贾家隐忍3年，前几日瞅准机会了结了贾仁义。有意思，细说。这倒新鲜，说来听听。这事说来，着实令人唏嘘。那仆役杀人的缘由是替姐姐讨命，少年与姐姐相依为命，日子清贫，却彼此照应。不料一日，贾仁义闯入家中，害死了他姐姐。少年归家时已来不及了。他想告官申冤，可贾家势大，官府根本不敢接案。少年一咬牙，卖身为奴进了贾府。这一待便是整3年。3年间，他装聋作哑，殷勤周到，却始终寻不到下手的机会。直到几天前，贾仁义被萧大人打断4肢，卧床不起。那少年终于等到了。忍3年屈辱，侍奉仇人如主子，就为这一击，此人真够狠。换做自己，未必熬得住。3年里，每日对着杀解仇人陪笑奉承，不是谁都有这份心情。那少年后来呢？抓到了没？没。京兆衙门连查数日，毫无线索，人彻底不见了。依我看，贾仁义死的不冤，活该。若那少年真能脱身，倒是件痛快事儿。大人，您怎么看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天理所在。我倒盼着他真能跑掉。公道若不彰，私利待行，本就是这世道的常理。再说，那少年一击得手，反倒替我挪开了视线，也算歪打正着。贾仁义之死真与我无关，是他命数已尽。行了，此事与我等无关。时辰到了，该动身了。速去点齐人手，出城迎接瀚海国使团。是，属下遵命。
出发。听说瀚海国这次要送一位公主过来和亲，这位公主该是倾国倾城吧？那还用说，一国公主，容貌岂能平庸？要是姿容平常，哪轮得到她远嫁天家？皇上挑人可是极严的，稍有瑕疵，连宫门都进不了。当皇帝真好啊！我早听闻替皇上炼丹的那些宫女，各是万里挑一的美人。在民间提亲的人能把门槛踩塌，可到了宫里，他们终日守着丹炉，连皇上的面都难得见上几回。皇上也太糟蹋人了，这些姑娘他若不用，放他们出宫嫁人多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一任景泰帝确是个奇人。登基22年，前10年勤政如初，把江山治理得井然有序，百姓丰衣足食，国事之盛一时无两。可之后12年，他却像换了个人，一头扎进丹房，痴迷长生之术。12年不临朝，首辅李文华靠阿谀逢迎得了圣宠，滥权结党，排斥异己，贪墨敛财，不知扳倒了多少忠良。幸在还有清流一派撑着，才勉强围住朝局。可古怪的是，他虽闭门12载，军政大权却始终攥在掌心，纹丝不动。那位李文博名义上权倾朝野，可景泰帝只要一句话，他满门上下顷刻灰飞烟灭。这就是景泰帝深谙帝王权术，将制衡之道玩到极致的天子。在他眼中，忠臣与奸臣不过棋盘上不同功用的棋子。敢问可是奉命接应瀚海国使团的锦衣卫萧百户？正是。10万火急，末将是曹鹏将军亲卫李俊，奉曹将军急令前来报信。瀚海国使团在城外宋客亭遭伏击，贼人劫走了公主，恳请大人即刻驰援。胆子倒是不小，事态紧急，我先行一步，你们带人随后赶来。大人，您这也太快了，我们可追不上啊！全军加速，火速赶往宋客亭，出发！尔等究竟是何方贼寇？胆敢劫杀瀚海国使团，毁两国和亲之约！此刻收手尚且来得及，否则朝廷铁骑一到，尔等如草孽般被碾得粉碎。哼，皇帝老儿后宫佳丽成群，3宫6院72殿，他忙得过来吗？这瀚海国公主姿容出众，本座看上了，今日定要带走。天子后宫粉黛3000，少他一个又何妨？放肆！竟敢亵渎陛下，罪该万死！切切，不愧是禁军统领，飞鹰剑法果然刁钻毒辣。可惜啊，火候未到，远未参透此剑的真正威能。杀你，足够了。公主小美人儿，爷来接你了。胆敢劫杀瀚海国使徒者，格杀勿断。你到底是谁？将死之人，不必知晓。救人已无可能，再耽搁片刻，自己也难逃一死。锦衣卫何时冒出这样一个人？
情报只说带队百户武功平，该死的混账！到底是谁打探的消息？你回不去了。好的，两个先天境界竟追上了宗师级高手，一掌重创，这身法快得匪夷所思。把这3个活口押回去，严加审问，四周仔细搜查，不留一个喘气的。倒地的也逐个翻遍确认，一个都不能少。遵命。今日若非萧百户及时杀到，这群逆贼真得手了。本将军便是万死难辞其咎啊！曹将军言重了，为必效力本就是分内之事。再者，若无将军率禁军将士舍命阻敌，瀚海国公主早被劫走多时。单凭此功，将军已是功不可没。哪里，萧百户太抬举我了。不抬举，据实言。前些日子便听闻萧百户威名，年纪轻轻踏破先天门槛，天赋卓绝，只是一直无缘得见。今日一会，果然名不虚传，3个先天高手在你手下走不过一招。那名宗师更被你一掌重创，这轻功造诣，怕是连本将军都望尘莫及。将军谬赞了，在下不过是腿脚利索些，实在算不得什么。此番全赖萧百户出手，本将军定当如实奏报，功劳绝不会溜掉半分。有劳曹将军，萧百户才俊非凡，日后前程似锦，指日可待。说不定那天还要仰仗萧百户提携呢。留一队人善后，其余人速整车队，即刻返京。大人，撬开了一名贼人口供，这批人是江湖黑虎堂所遣。黑虎堂，这群无法无天的贼子！黑虎堂，邪道中最为狠厉的一支，惯于掳掠百姓行不法之事，但他们竟敢把主意打到瀚海国公主头上，此事不对劲。区区黑虎堂就敢劫掠瀚海国使团，此事怕没这么简单。哦，萧百户另有高见，本将军愿闻其详。黑虎堂早被正道围剿多年，苟延残喘尚且不易，怎敢此时公然挑衅朝廷，劫掠使团，毁两国和亲，形同谋逆？他们岂会不知情重？依我看，黑虎堂没这个胆量，也没这个分量。照萧百合的意思，这些人并非黑虎堂嫡系，而是借其名号行栽赃万祸之事。正是。黑虎堂素来只敢欺压乡野百姓，哪敢触碰这等烫手山芋？他们若真有本事劫走公主，又有谁敢接手？买下公主，不是嫌命长吗？萧百户所言极是，本将军方才竟未细想。还有一点，黑虎堂盘踞凉州多年，而此处是金陵，使团沿途皆可下手，为何偏要等到入京之后才动手？金陵是天子居所，锦衣卫、六扇门、东厂的顶尖好手云集。城中驻军更逾10万之众，逆贼偏要选此地行凶，岂非自投罗网？萧百户的意思是，明面上修栈道，暗地里渡陈滂。方才贼人突袭，场面大乱，浑水摸营最是方便。倘若真有奸细乔装成使团随员混入队伍，再被护送进宫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若让刺客经我之手进了皇宫，圣上若有闪失，我满门老小。这群逆党，当真死有余辜！幸得萧百户洞若观火，早识破其诡计。此番若能化险为夷，萧百户便是本将军的救命恩人，请受曹鹏一礼。曹将军太抬举了，眼下全是推断，做不得数。说不定是我多心，空捏一把虚汗罢了。萧百谦逊过头了，本将军反倒觉得这推测8九不离10。若非图谋刺驾，他们何苦费如此周章，大张旗鼓，舍命相搏？此前种种，恐怕皆是障眼法，专为掩护真正杀招而设。能在电光火火间看穿敌谋，萧百户不仅武艺卓绝，心智更是远超常人。不知萧百户可愿调入禁军？我禁军正缺您这样文武兼备的栋梁。只要萧百户点头，本将军即刻荐举，授副统领之职。哼，锦衣卫待我不薄，萧某在百湖所亦有前途，只能辜负曹将军美印了。可惜，实在可惜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已将瀚海国使团安全护送至金陵城，护送瀚海国使团任务完成，是否领取奖励？领取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满级灵犀一指，奖励发放中，发放完毕。灵犀一指，攻守一体，刚柔并蒂。
即可钳住天下兵刃，亦是点穴奇功，指尖轻点，无声无息。好功夫！小百户，使团已安全送达，但方才你我所议之事仍需彻查，恳请小百户留下协助，共同排查使团内部。事关天子安危，萧某义不容辞。若真能揪出潜伏逆贼，这可是破天之功，千载难逢。将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失礼之处，还望公主殿下海涵。白日使团遇袭，末将已有刺客趁乱混入队伍，图谋加害圣上，为保万全，不得不逐一查验。查验？曹将军莫非是在怀疑本宫是刺客？末将万不敢。然圣上安危系于一线，末将职责所在，不敢懈怠，恳请公主体谅。瀚海国虽弱，却也不容这般折辱。末将绝无半分轻慢之意，唯盼公主宽宥。但天子之安重于山岳，末将纵冒万死，亦须彻查到底，务求滴水不漏。想来公主也不愿节外生枝，真出了岔子，于大周与瀚海国都是天大的麻烦。你要查，尽管查，可若翻遍上下也没揪出刺客，休怪本宫明日便入宫面圣，参你一个擅权构宦、惊扰使团之罪。被一位公主记恨，绝非小事。她嫁入皇室，至少也是贵妃之尊。可圣上安危，满门老小的脑袋得罪了公主殿下。殿下请看，这酒中添了清心直言散，能松动心神，使人吐露实情。此药并非毒物，药性只缠人一夜，天明自解。诸位随缘性命无虞，请殿下放心。每人一杯，心正则无惧，心虚者自乱。此人不是侍女，来人，剥下她的脸！哼，这点障眼法也敢糊弄本将？江湖混迹20年，审过的亡命徒比你见过的活人都多，区区一张人皮不过是雕虫小技。你以为运功逼散药性就能瞒天过海？殊不知，本能就等你提气那一瞬。若你问心无愧，又何必拼死压住药效？狗官，助纣为虐，不得好死！景泰帝昏困失德，天下激诺流离，倒血待救，人人得而诛之。等着吧，大周气数已尽，今夜便是倾覆之时。拖下去，废其功力，押入天牢，严加看管。万没料到，自己亲手带进来的使团里，竟珍藏着死士。若今夜曹鹏未曾陈查，我将此人引入宫禁，不堪设想。左边第3名护卫，拿下！朝廷走狗，必遭天谴！竟是先天境高手，绑了！狗官，黄泉路上，我等你！该死！竟含毒于齿！兵统领，那女逆贼吞毒自尽了！滚！宁死不降，露馅即吞毒，能养出如此悍不畏死的爪牙，区区黑虎堂怎配担此分量？禁军曹鹏，锦衣卫萧晨，我记住了。今夜之辱，他日必雪。想走，做梦！在本官眼皮底下还想逃，痴心妄想。拿你那3脚猫的轻功在我面前卖弄，岂非关公面前耍大刀？愁，先活过今晚再说吧，这辈子怕是没指望了。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？你有点门道。仍是雕虫小技？你怎么可能？
花里胡哨，不堪一击。参见大人，情况如何？押下去，送天牢候审。遵命。该死的逆贼，竟有同党接应！萧百户，此番全靠你力挽狂澜，否则本将军真不知如何向陛下交代了。这批逆贼来路鬼祟，背景深不可测，图谋之事恐怕远不止表面这般简单。曹将军能在使团中及时识破潜伏之人，已是大功一将，不必苛责自己。况且眼下尚有一人活着，只要严加审讯，线索未必断绝。萧百户说的是，此次行动多亏萧百户出手相助，本将军铭记于心。你不仅击退劫掠瀚海国使团的贼人，更揪出混入使团图谋不轨的逆党，实乃奇功。照此功劳，升任副千户绰有余。可萧百后入锦衣卫时日尚短，又刚擢升百户，短期内恐难再动。能破格提拔为百户，已是陛下厚恩。本官岂敢贪多求快，唯愿其竭尽所能，效忠陛下。陛下明察秋毫，自不会薄待忠勤之臣。好，萧百户这话实在，本将军承你这份情，断不能让你白忙一场。能者多劳，多劳者多得，陛下自有公论。虽暂无法升迁，但金银细软、上腾5级这类赏赐绝少不了。萧百户且安心归家，静候佳音。那本官就等曹将军的好消息了。他等的正是这句话，否则这一夜奔走，图的又是什么？公子回来了。去备些夜食，我腹中空空，再抬只浴桶来，我要净身。是。小姐方才遣人送来了炖鸡汤，姑爷可要先用一碗。既是婉儿亲手做的，那便喝一碗吧。遵命，公子。清鲜醇厚，回味悠长。婉儿的手艺虽比不上镜湖酒楼那位退隐御厨，却已文雅过许多老字号酒宿的大师傅，想来是家传深厚之故。毕竟那位便宜岳父，当年可是靠一口锅一把刀，在金陵城扎下根基的人物。所以计划崩了。属下办事不力，请护法降罪，但并非全盘落空，至少3枚钉子已顺利埋进去了。此计还相空，天衣无缝，怎会露出马脚？莫非是禁军那些鹰犬真有这般敏锐？却是禁军统领曹鹏逐个查验使团人员，才识破我等易容。但他素来思虑迟缓，属下断定背后另有推手，应是那名锦衣卫百户暗中搅局。锦衣卫百姓，杨振杰有这本事？接应之人并非杨振杰，而是新任百户萧晨。此人轻功迅速如电，刀势凌厉如风，修为深不可测。黑煞小队尽数折在他手中，黑煞3虎皆被他击溃生除，就连黑虎本人亦遭其突袭重伤。黑煞3虎俱是先天后期高手，竟被一个初入锦衣卫的新晋百户横扫，你莫不是在糊弄本座？属下万死不敢欺瞒，若有半句虚言，甘受极刑。黑虎3人不过是外围诱饵，死活无关紧要，他们本就不知道核心机密，可这萧晨竟能于须臾之间勘破本座布下的局，此人留不得。此人不仅心思缜密，战力更是惊人。今夜属下正是撞上他，才功败重成，未能救回地沟。哦，你便是被他所伤？你踏入宗师中期已有2年，根基早已扎实，竟敌不过一名百户？难道他也是宗师？属下与他硬拼一场，顷刻溃败，毫无招架之力。萧晨长进霸道绝伦，远超属下承受极限。依属下判断，其实力至少已达宗师后期，甚至逼近巅峰之境。此人年岁几何？约莫20上下，面相极嫩。 20岁的年轻人，
怎可能是宗师？还可能是宗师巅峰？你们是糊涂了，还是脑子被驴踢了？属下句句属实，那萧晨确是20出头的青年。属下亦无半句夸大，他那一身修为却比属下高出太多太多。议长将属下打成重伤，唯有宗师后期甚至宗师巅峰的高手才能办到。莫非这世上真有这般惊世之才？绝无可能，断然不可能。就连教主当年突破宗师境，也已是20岁整。如今江湖各大门派，20岁步入先天者已属凤毛麟角，哪还容得下20岁的宗师巅峰？此人必藏惊天隐情，定有不可告人的底细。若真如此，唯一的解释便是萧晨撞上了逆天机缘。这个萧晨，无论是杀是夺，都必须尽快动手。给我彻查萧晨的出身、经历、亲友、行踪，所有线索全都挖出来，半点蛛丝马迹都不许放过。他身上藏着大造化，这造化必须落到本教手中。就算查不出什么秘密，他也绝不能活。早一日除掉，便少一分后患。再拖下去，等他成了无上大宗师，那就彻底完了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去吧。每次面见这位护法都如履薄冰，6大护法之中，唯独他性情暴虐，喜怒难测。萧百户安好，萧百户请安，属下参见萧百户。哟，哈哈哈哈，这不是杨百头吗？多日不见，杨百头气色瞧着好多了，伤可痊愈了？杨百户且慢，今日特来赔罪。上回实在抱歉，怪我收手不及，失手伤了您。不过嘛，也怪您根基稍逊，谁能想到您竟连我随手一掌都挡不下呢？但不管怎样，人是我打的，错在我，这点绝不推诿。不如这样，今夜我在万花楼设席，专程向您敬请罪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诛心才是真狠辣，这也叫赔罪，这也算道歉。萧晨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杨百户这话可就见外了，我既是来致歉，也是来道谢。我无意间伤了您，您却宽宏大量，反把立功良机双手送上，这份胸襟当真令人钦佩。若非您慷慨付助，我哪有机会见此大功？您说我是不是该亲自登门谢您？您杨百后真是顶厚道的好人。我萧晨实在愧不敢当。混账！萧晨，你欺人太甚，别以为我好拿捏，我可不是软柿子。大人使不得，他在激您，千万不能动怒出手。咱们先撤，等伤好了再讨回来不迟。萧晨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这人倒真长进了，几天不见，竟能忍到这份上，莫非真修成了缩头乌龟？启禀大人，千户大人请您过去一趟。知道了。属下萧晨拜见千户大人。免礼，快起来，萧晨，这一仗打得漂亮。昨儿个任务里你立了头功，可晓得那逆贼的底细？属下不知。是魔教余孽。魔教的人，这梁子早就结下了，家里还压着他们梦寐以求的藏宝图和那半块碎玉。没错，正是魔教逆党从那人口中撬出实情。魔教打算借瀚海国使团进京之机，在宫中安插眼线，一为刺探内廷机密，二为行刺陛下。全赖你当机立断，掐灭这场祸事，等于替陛下挡了一劫。你说这份功劳轻重如何？既然是大功一件，大人看赏赐怎么定？你还信不过本座？
单论护送使团入京、揭破魔教提谋这2桩，足堪升任副千户。可你资历太浅，上月才刚擢为百户，按例不能连跳2级。不过陛下另赐厚赏，这是陛下亲赐3万两银票，护心丹1枚，金丝软甲1件。银子不算至多，后2样却是稀世之宝。护心丹又获3日续命丹，属7品灵药，哪怕身负濒死重伤，只要一口气尚存，服下此丹，便能吊命3日，争得救治时机。但这一颗在黑市上就值白银2万两，且有价无市。再瞧这金丝软甲，以金蚕、冰蚕、玉蚕、血蚕、石蚕5种异丝混制而成，再进入100余种灵药汁液，足泡足49日，穿在身上刀劈不透，箭射不穿，水火难伤，还能温养筋骨，催动真气流转，去除百病。这么一件软甲，1000两黄金都买不到，整个皇室库藏也不过寥寥几件，足见陛下对你格外看重。谢陛下隆恩。皇帝老儿这次给的确实全是硬货，我自身用不上这软甲，但婉儿不同，她若披上这件甲，我才能真正安心。好了，收好吧。这次虽是喜事，却也惹来了麻烦。被盯上了，我也没干啥呀。这小子装傻充愣的本事倒是一流。这差事原是派给杨振杰的，也就是千户李林的人。只要办妥，李氏一族便能在天子面前更进一步。结果你办到截胡，抢下这桩差事，等于从李林碗里硬扒了一口饭。你觉得他会咽得下这口气？寻常跑腿应景也就罢了，偏你揪出了魔教尾巴，引得龙颜大悦。换作是你，心里能痛快。若真让王振基去接应使团，凭他那点本事，别说擒贼，怕是连使团都护不练扫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哪来的功劳？这道理我懂，李文博懂，李林更懂。可懂归懂，怨气照样生。人呐，有时就是如此。别人能做到第一反应不是反省，而是不服气。谁愿意低头认输，承认不如旁人？说的是，嫉妒这东西本就不讲道理。他们若想找茬，没理由也能编出3条来。不过无妨，我好歹也是锦衣卫百户，总不至于有人敢当街对我下手吧？可李氏一族在朝中根深叶惯，搅动风云只在一念之间。希望他别太大意了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。接下来这段日子，多留个心眼。放心吧，千户大人，谁要是不长眼来办我，我就送他去陪王振杰。一个人躺床上养伤，未免太寂寞，多送几个过去，也好搭个伴儿。说话，这性子早已刻进骨子里了，改不掉，也不用改。哼，你先回去吧，眼下没别的差事，你可暗中追查魔教的线索，也是你建功立业的良机。只要功劳立得够分量，李林就算再不甘心，也不敢动你一根手指。属下明白，告退。这位萧百户当真另类得很，跟他爹萧若海简直判若两人。我都忍不住琢磨，他真是萧若海亲生的？只要他不是魔教安插的钉子，也不是李文博的人，其余都好说。哦，您打算用他？用，这话难听，是栽培。这几年李氏一门权势太盛，手脚伸得太宽，贪墨成风，中饱私囊，构陷忠良，朝纲已受不小葱蚀。再这么下去，大周根基怕要动摇。又能如何？李文国的权柄是陛下亲授，圣卷正宗，只要陛下不开口，谁也撼动不了他。可既为大周臣子，自当替君分忧，为国尽忠。李文博迟早会被陛下清理，我们要做的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悄悄积攒力量，确保届时能一举压住李氏全族。这些年他广结党羽，连边关几位总兵都被拉拢过去，江湖上也网络了不少高手。锦衣卫若想与之抗衡，
必须多培植几个像样的顶尖战力。您是打算让萧晨接任太保？正是，方方面面看，他都最合适。所谓太保共13位，故称锦衣卫13太保，品级皆为千户。虽隶属镇抚司，却超然于南北镇抚司之外，只听命于锦衣卫指挥使与皇帝本人。一旦坐上太保之位，便等同于打上了皇帝的烙印。他们是皇帝最信得过的人，注定要做皇帝手最锋利的刀。13太保是真正的孤臣，无人敢拉拢。首辅李文博亦不敢越雷池一步。皇帝最信任的人，你去笼络，是何居心？景泰帝可以容忍李文博结党营私，侵吞公俗，但绝不会容他试探皇权。参见大人。去卷宗室。是大人。入魏不足2月，得陛下亲口嘉奖，若非资历尚浅，升任副千户早已板上点钉。你想怎么看随你便，酸言冷语没用，想往上走得凭真本事。萧百户，请留步。在下王铁柱，李林千户麾下百户，奉命请萧百户即刻前往千户衙门谒见，烦请随我走一趟。李林，他找我何事？那是李千户大人，你直呼李林的名讳，这是大不敬。名字本就是让人叫的，我唤他一声，怎么就成了大不敬？你倒说，我哪一点冒犯了？总之见千户大人，必须毕恭毕敬，少啰嗦，立刻跟我去见人。谁告诉你，本官非去不可？李千户亲自召见，你还敢推辞？我为何不敢？我又不是他麾下校尉，凭什么事事听他号令？况且我眼下正奉袁千户之命办一件紧要差事，没工夫陪你在这儿耗着。小臣，你真不清楚李千户是谁？他是首辅大人的长孙，他点名要见的人，没有不见的道理，更没有推脱的余地。上回你打伤杨百户的事还没平息，这次召见是给你赔礼入歉的机会，别不知好歹。给我机会，我何须他给？本官自问行事无愧，何来赔罪一说？至于杨俊杰，挨打是他自己莽撞失度，与我何干？连袁千户都没说我错了，李林凭哪条规矩越俎代庖替我定是非？他手里的权柄比得过袁雄？小臣，你当真不去？今日拒而不往，便是服了李千户颜面。往后你在北镇抚司，怕是寸步难行。你这是在胁迫本官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胁迫同僚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不关心，我不是你爹，没义务惯着你。你想舔李林的鞋子，尽管去舔，但别扯上我，更别挡我的路。你若真敢伸手招惹，我先剁你爪子，再砍你脑袋。小臣，你当真铁了心要跟李千户作对？王铁柱，你这是公然践踏锦衣卫的章程。你们怕他出身，抢着巴结，甘愿伏低做小，但别把我也算进去。我萧晨没什么本事，唯有一副硬骨头，学不会点头憨腰。少把李林捧得目中无人，好像得罪他就在锦衣卫混不下去似的。他不过是个千户，又不是指挥使。你把他吹得如此跋扈，倒像是锦衣卫成了李家私产。李家这是想干什么？把手伸进天子亲军里？你可想明白了？得罪李千户的人，没一个有好下场。你再废话一句，就是跟我作对。跟我作对的人，
也没一个有好下场。还有，别以为攀上李林就能一步登天，你离那位置差得远呢。在他眼里，你不过是一条野狗，他高兴时扔根骨头，你就摇尾乞怜。萧晨，你太狂妄！上回打伤杨百户，早已触怒李千户，这次给你台阶你不下，你……我怎样？你要动手？劝你掂量清楚，真敢出手，我绝不留手。可怕，这种压迫感，仿佛他眼皮一抬，我就会当场断气。废物！王铁柱这号搅局的货，这回可是撞上铜墙铁壁了，连当跟班都当不利索，真当攀上李林就算飞黄腾达了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哼，在李林眼里，他顶多算条摇尾乞怜的看门狗。唉，可怜又可叹。萧晨，该死的混账东西！你今日羞辱我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等你撞上李林，我看你还横不横得起来。这笔账我记下了，早晚连本带利讨回来。这些案子全是魔教早年在金陵城所为，和眼下瀚海国使团遇袭案并无关联。不过眼下线索全无，姑且一试。魔教确属江湖门派，可远不止于此。他表面是武林中一股邪道势力，实则暗藏惊天身份，前朝一脉。现任教主上官无道，真实身份竟是前朝皇室嫡系后裔，血统纯正，天皇贵胄。教中更有三魔六帝之说，3位魔尊，6位法王，尽皆是大宗师境界的顶尖高手。而9人之中，过半出身前朝宗室。大周代周立国，前朝覆灭，皇族子弟四散流亡，遭朝廷通缉追杀。他们不甘折服，遂创立魔教，矢志复国。如今的魔教既吸纳各路旁门左道、亡命之徒，又在暗处招兵买马，操练私军，称其为一支隐于市井的叛军，毫不夸张。怪不得朝廷视魔教为心腹大患，屡次发兵围剿，原来根子在这儿。改朝换代之后，少不了这出复国老戏码。不过眼下金陵城风声紧得连鸟雀都不敢高飞，魔教必然早已潜入暗处，系统又没下达任务，抓到是意外之喜，抓不到也无关后影。小百户，走啊，去万花楼坐坐，今儿我请客。今日不行，已有约在先。哦，莫非是赴佳人之约？哪家姑娘？芳龄几何？模样俊不？我相中的自然是出身清白的闺秀，容色出众，举止端方。至于是谁，恕不奉告。过些日子成亲，你们自然水落石出。我还琢磨着把我家妹子引荐给萧百户呢，可不是嘛？我妹听说萧百户的赫赫威名，早就钦佩的紧。唉，真不巧。哈哈，不迟不迟，萧百户成亲了又怎样？那个侧脊照样顺理成章。男子汉大丈夫，3妻4妾本是常事。萧百户，您看这事儿如何？我妹妹身段玲珑，姿容出众，琴棋书画样样通晓，性子温婉，体贴入微。您不妨好好琢磨。老方，你就别替你妹吹嘘了，她那身板早过了200斤，还玲珑，怕是压她床板才真。对，快给你妹妹另寻良配吧，萧百户怕是招架不住啊。承蒙厚爱，不过在下眼下只打算明媒正娶一位正室，纳妾之事暂无考虑，实在抱歉，辜负诸位美意了。诸位，今日就此别过，明日再续。见过萧大人，萧大人安好，还叫什么萧大人？该唤一声姑爷才对。对，该叫姑爷。姑爷请进，小的这就去禀报老爷。哈哈哈，贤婿来啦！哈哈哈，拜见岳父大人，拜见岳母大人。好，快请坐，速备酒席，我要好款待贤婿。哈哈哈，贤婿今日怎么得空登门？这几日衙门里不忙。前日我立下军功，陛下赏死了几件宝物，其中一件我用不上，特地送来给婉儿。这纹路，这光泽，是金蚕丝，万金难求之物，还是玉刺？太贵重了，贤婿务必收回。这只是一副防身软甲，我自有真元护身，刀剑难进，留着反倒闲置。可婉儿手无寸铁，平日出入还需多加照拂，有她护着，我才真正安心。贤婿莫要哄我，锦衣卫的差事老夫略知一二。你整日追凶极恶，险境不断，这才更需软甲护身。陛下赐你此物，本意正在于此。婉儿常年居于深宅，极少外出，哪会有什么危险？把如此宝甲给他，岂非明珠暗道？贤婿安危最要紧，快些收好才是。
这件金丝软甲是我正式提亲的聘礼之一，岳父岳母怎好推辞？得了天子厚赏，第一时间便想到婉儿，这样的女婿打着灯笼也难寻啊。贤婿啊，这份心意可着实太重了。若老朽没看走眼，这该是以金蚕丝织就的吧？那可是斩不断、烧不毁、尽不烂的神物啊！岳父见识广博，仅凭外观便辨出金蚕丝。不过此甲是由5种异蚕丝混滨，又在灵药之液中浸炼49日，远非寻常金蚕甲可比。魔教藏得极深，药鹰探子尽数翻开，短时间里也难觅其踪。不过倒也难得清静。属下参见大人。出了什么状况？听说昨夜3支百户队奉命突袭魔教据点，结果损兵折将，伤亡惨重，锦衣卫折损200余人，带队的3位百户全部阵亡。什么？3位百户全没了？对手是魔教，教中大宗不下10人，宗师更是多如牛蟒。百户不过先天修为，在魔教眼里不过是随手可碾之辈。他们怎么摸到魔教窝点的？怎会一点动静都没传出来？你昨儿在醉花楼喝得烂醉，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，还指望听见风声？我可是一宿未眠，值守当值。那些负伤逃回的弟兄刚进门，我就得了信儿。嗨，失策了。此事切勿外传，牵涉魔教，锦衣卫绝不会轻描淡写放过。千户大人很快就会部署新令。小百户，千户大人召见。来了。属下参见千户大人。免了，事情你们该已知晓。锦衣卫终于锁定了几处魔教据点。昨夜李林千户遣出3支百文队查探其中一处，功亏一篑，伤亡过半，3位百人尽数殉逐。如今打草惊蛇，必须争分夺秒清剿其余据点。今日唤你们来，便是命你们4人协同出击，本座亦将亲自出手。千户大人要亲临，魔教强者如云，容不得半点轻忽。昨夜之败已是血淋淋的警示，此番魔教潜入金陵，图谋深远，绝非寻常爪牙，极可能由天罡堂主率队而来。天罡堂主至少宗师修为，我等千天境如何抵挡？为保万全，本座必须出手，但本座不会现身台前。此次行动由萧晨单商指挥，本座隐于暗处，唯有天罡堂主露面，本座才会现身截击。袁雄乃16千户之首，5年前已入大宗师之境，威名太盛。若他一亮相，敌众必然四散奔逃，再想围捕天罡堂主便难如崩天。这安排合理。即刻集结人手，出发。遵命。宿主触发新任务，伏魔。身为锦衣卫百户，与魔教势不两立，请摧毁一处魔教据点，并擒拿1名天罡堂主，生死不论。任务奖励满级生死符。魔教贼子不过是送功法上门的活标工罢了。锦衣卫全军出动，这是要抄谁的家？朝西山去的，莫非是长风别停？围住长风别府，一只飞鸟也不许放走，胆敢突围者，格杀勿论。出什么事了？锦衣卫怎么砸门进来了？莫非是来抄家的？不对啊，柳长风又不是朝廷命官，怎会惹来锦衣卫等门？长风别宴，怕是要完了。住手！统给我住手！敢问大人，我长风别天究竟犯下何等大罪，竟引得诸位持猎破门，滥杀无辜？莫非锦衣卫如今已视律法如无物，专以屠戮良善为能事？若果真如此，刘某纵拼死也要赴金陵告御状，讨个公道。金刀柳长风勾结魔教，图谋不轨，意图加害天子，死有余辜。圣上有旨，长风别定通敌叛国，罪证确凿，即刻缉拿归案。负于顽抗者，格杀勿论。器械者免死，投诚者减罪。你们还要顽抗到底？
兄弟们，宰了这群朝廷走狗，杀了他们，咱们才有活路。狗官，拿命来！花拳绣腿也配在我面前耍刀？天死！不可能！我那一击倾尽全力，竟被他随手一劈便瓦解。三阳刀法，烈阳斩。你废了我的功！拿下！住手！救大人！宰了这群朝廷野狗！果然，这群人压根不是寻常武士，个个都是魔教死忠，垂死挣扎，一个不许走脱。负隅者斩尽。好快的身法，好利的刀，40-50号人。竟被他一人清空，这便是萧晨早闻其名，今日亲见，传言不及1/10。真正让他立于不败之地的是那鬼魅般的轻功，急如奔雷，皎若惊鸿，有这等速度打底，哪怕最寻常的劈砍也能瞬取敌命。自始至终，魔教天罡堂主未露面。不对，长风别坊藏得如此隐秘，必是魔教中上层级的据点，岂会仅由柳长风一人镇守？此地定属天罡36堂之一，那堂主还在。来了。好霸道的寒魄剑气！闪开！放肆！竟敢屠戮锦衣卫，该诛九族！当心，此人已达宗师之境。正是魔教天罡堂主。出发前，我一直以为天罡堂主是金刀柳长风，但刚才一战，柳长风离宗师门槛差得远。真正的天罡堂主是他的妻子柳无双。双儿，你来了，快救我！没用的东西，留着也是白吃粮食。当着我的面杀人，你是不是太小瞧我们了？常言道，青蛇投毒，黄蜂尾毒，二者皆不及妇人心毒。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假。柳长风好歹与你结发数载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当真一丝情分也无？不过一枚弃子罢了，用完即惹来真情。眼下你们该操心的不是这些旧账，而是自己的命。你能挡下我杀他的剑，不知能不能挡下杀你的剑。你的命，我今日必取。我赌你这一剑快不过我的眼睛，不信回头看。死到临头还耍这等小儿把戏，你以为我会信一个锦衣卫的话？他确实没骗你，转头一看便知。而且本座断言，今日你带不走他的命。元雄，你竟也到了！北镇抚司第一高手，实打实的大宗师，对上他，柳为香连拔剑的念头都不敢生。唉，人都来了，何必急着走？坐下来喝杯茶，聊几句再走也不迟。这本就在意料之中，宗师与大宗师看似只隔一层境位，实则云泥之别。拿下！直接废了他的修为更省事。依我看，此人是魔教天罡堂主，身上藏着要紧机密，留着他的武功等于给他留条活路。人有了盼头，嘴才容易松动。对一个顶尖高手而言，武功便是命根子，是尊严。只要功夫还在，他就还有翻盘的念头。这缕微光正是撬开他心房的唯一缺口。来人，抄家！长风别院上下里外，掘地3尺，一根头发丝都不能漏。这日子过得比我强出8条街都不止。全都给我盯紧了，犄角旮旯、梁上墙缝，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。这些字画古玩一律封存带走，里头说不定藏着密信、暗谱，甚至账本。得令。这套棋具我相中了。前世今生我都爱下棋，未婚妻苏婉儿亦然，带回去摆在新宅书房，日后对其谈心，倒能添几分温情。锦衣卫抄宅本就是合法取酬的差事，顺手收几件合意的物件，本属常情。从千户到法事，人人有份。密室找到了，这2个魔教头目倒有点门道，把密室口子藏在外头。寻常人家设密室必选卧房之内，
可柳长风反其道而行，把机关埋在院中花坛。搜完主屋后，人容易松懈，灯下黑，和我当年把藏宝图埋在府衙外墙根底下如出一辙。大人，我带人下去探路。大人，末将也请命。不必争了，我亲自带队。糟了，来迟一步。柳无香姗姗来迟的原因，是赶在抄家前毁掉密室里的东西。指尖泛着黝黑哑光，醉了麻痹毒药，哪怕擦破一点皮，顷刻便失去行动力。好险！幸亏大人反应神速，大人思虑成密，属下由衷钦佩。属下由衷钦佩，大人英明。柳无方若非将情报尽数发回，绝不会主动现身。他露面，恰说明密室早已毫无价值。如何？可有发现？密室已被焚尽，没留下任何线索。唉，可惜呀。无妨，至少柳长风与柳无烧都在我们手上，从他们嘴里未必掏不出有用的消息。但愿如此。收队。回镇抚司，立刻。袁大人，这回又是您拔得头筹啊！哈哈，运气罢了，侥幸擒住一位天罡堂主，实在不值一提。这老家伙怎么好事全让他撞上了？怎么轮不到我头上？都是你们太不中用！同是百户，怎就差得这么远？你瞧萧晨，再看看你们，唉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成功捣毁魔教堂口，生擒天罡堂主1名，伏魔任务完成，是否领取奖励？领取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满级生死符，奖励发放完毕。生死符，它的本体并非金镖飞刀，而是酒、水这类寻常液体。逆转真气，将阳进化为阴寒柔厉，掌心内丝冷于寒冰数倍，液滴凝化成冰，即为生死符。修至大成，连空气中游离的湿气都可收取凝结，挥手之间，冰符自生。有意思，这门暗器的玄机远不止于此。小陈，审讯一事交由你全权处置，务必从柳长风与柳无言口中撬出真正有用的线索。属下领命。走，赵玉。是。锦衣卫赵玉，地上不过方正小楼，地下却深埋7重。第一层4品以下地方官吏，第2层4品以上金陵朝官，第3层先天境以下江洋巨盗，第4层先天境高手或握兵权的将领，第5层宗师级顶尖人物，第6层大宗师级绝世强者，第7层用途成谜，非皇帝亲旨，不得入内。终年不见天光，阴寒禁锢，这些手足若无奇遇，活过40已属难得。大人可知晓，当年那位破赵玉而出的盖世凶徒是谁？魔教上任教主上官傲，那已是40多年前旧事，如今上官傲生死未卜。还愣着？弄醒他。醒了？放肆！你以为这是哪儿？咱们这位魔教宗师头回进赵狱，规矩还没摸清，难免有些失态。他不懂规矩，你教他懂便是。属下遵命。你们也就这点本事了，你们现在对付的只是一具尸首。大人，这法子对他没用。这份心智远超常人想象，寻常男子受不住的苦，他竟能撑住。看来只能动用我独创的审讯法了，正好拿生死诀试一试他的分量。阴阳2气，先阴后阳，3七配比，每一道符皆需专法化解，差之毫厘便痛不可当。天下最诡谲、
最难解的暗器。杀了我！这门功夫唤作生死符，一旦发作，一日胜过一日，奇痒钻心，剧痛耻骨，连绵81日攀至顶峰，之后渐缓，81日后又复加剧，周而复始，永无尽头。这是我进牢以来第一次在他眼中看见求饶，效果如何，你已亲身体会。有我在，你想死死不成，想昏昏不了，想解脱，把知道的全吐出来。你在魔教担任何职？上线是谁？手下何人？还知晓几个魔教堂口？前夫金明究竟为何？朝中可有内应？我说，快解了他！说，我是鬼帝座下，天桥星早已隐秘，我不知他们去向，其余魔教堂口我也一概不知。鬼帝6大护法之一，若真能揪出一位护法，那可是掀翻整座魔教根基的大动作。鬼帝人在哪儿？属下确实不知。不知道？你当我是3岁孩童好糊弄？你36是天罡堂主之一，魔教宗师级人物，怎会连自家护法的老巢都摸不清？要不要再尝一遍生死符？真的，我真的一无所知。我只晓得鬼帝藏身于一座地下宫阙，可每次进出皆被黑布蒙眼，由他最贴身的死士引路，来回皆是如此。我连那地宫在城东还是城西都毫无头绪。连你们这些天罡堂主，他都要防成这样？是，不单是他，其余5位护法个个如此。连天罡堂主这等核心高层都被彻底隔绝在最高机密之外，6处老巢早已不是秘密，是刀锋上的禁地。那你还能说出什么？护法行踪不知，下属潜伏点位不小。你在金陵蛰伏图的是什么？还没交代清楚呢，连这个你也记不得了？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你这记性怕是得用点猛药才醒得过来。杀了我！求你杀了我！有我在，你想死比登天还难。不把底子掏干净，这儿就不会停。说！我说，快停！现在说清楚，再耍滑头，明日我还来。在这之前，生死符一刻不停。你不是人，你是地狱爬出来的恶鬼，世上怎会有你这般狠绝之人？我不想听这些，再多一句废话，我现在转身就走。你自个儿慢慢熬。我都说，我奉命潜伏金陵，专为结交朝中要员，设法拉拢、控制他们，为鬼帝所用。旁人的任务，我真的毫不知情。鬼帝麾下共6位天罡堂主，平日各自单线联络，互不同属，差事也各不相同。其他人干了什么，我一个字都不清楚。这么说，你在密室里烧掉的就是那些权贵的名单？对。除了名册，还有往来密信以及行贿账目，恐怕不止这些吧。那些见不得光的私密事，怕也一并记下了。你就是靠这些把柄逼他们俯首帖耳。是，人都有软肋，一旦捏住把柄，便等于掐住咽喉。叫他们跪，他们不敢站；叫他们咬人，他们不敢迟疑半分。薛华，笔墨备好。遵命。开始报，一个名字都不能漏。金陵4相护城军白虎军团副将叶卓然，朱雀军团偏将赵伟杰，玄武军团后勤粮草官詹事府少詹事刘千红，刑部主事邱克云，户部主事杨九九，吏部左侍郎汤明成。吏部左侍郎正3品大员，执掌天下官吏徐选，连他都被收买，那经他之手提拔的官员，又有多少已被悄悄安插中各衙门？锦衣卫百汉张伟、蒋超、贺无名、董其峰都记牢了？一字不落。这女人说的真能信。这名单一旦递上去，必如惊雷炸响，不知多少官帽要落地，多少府邸要抄没灭门。真假不必我们断，只管往上上报，由上头查实。锦衣卫不过是一把刀，百户只是千万把刀里最寻常的一柄，真正挥刀的人
是背后执柄的那位。属下这就去见千户大人，请他定夺。你们派人盯死柳无双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大人，柳长风还审不审？你们若想审，便自己去。不过大概率也榨不出什么干货了。长风别运这个魔教堂口，柳无香才是真正的掌舵人，柳长风不过是他随手使来使唤的一枚棋子。属下萧晨参见千户大人。免礼。案子进展如何？请千户大人平退左右。都退下！没有本座亲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此地半步。是。这是从柳无方嘴里撬出的名单，全是魔教暗中收买、勾连的朝中大臣，可视作魔教安插的内应。奸佞、逆党，一个都别想活！柳无香说的可是实情？属下动了刑才问出来的，其中大半应当属实，但也不能排除他借机栽赃朝臣。真伪虚实，还得千户大人亲自裁断。本座也做不了主，这份名落必须直呈指挥使，再由指挥使面奏陛下，听候圣裁。理当如此。大人英明，烫手山芋甩出去就行，谁来拍板，怎么处置，与我无关。本座未返之前，此事严禁外泄。名单上8位百听，你需立刻派人盯紧，一个都不能漏。若有异动，格杀勿论。属下遵命。早有传闻元雄乃陛下一手提拔，忠心赤胆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虚。丁，宿主触发任务：镇压魔教卧底。北镇抚司藏有8名魔教内验，正途潜逃，请宿主悉数缉拿，死活不漏。任务奖励：满级奥寒6绝。自得血鹰狂刀以来，便日盼着这门绝世大法，苦等多日，系统终未负我。管你跑不跑，老子就守在门口，看你往哪儿溜。上等云龙雪顶500两银子一斤，这是岳父苏月送的，一送10斤。茶不为解渴，是为人情铺路。你送同僚几两，比说10句好话都管用。不愧是走南闯北的商人，拉关系的功夫确实比我强。江湖哪只是刀光剑影，分明是人情往来，世故纵横。哟，小百户，今儿个改行看门了，千户大人罚你在这儿思过了。闲得发慌呗。听说镇抚府门口风水独好，特来赏景。赏景？小百丈真嫌闷，老周我请你去万花楼坐坐，香姑娘和若依姑娘念你念的茶饭不思喽。今儿不成，我有正事。小百户啊，年纪轻是福气，可也得懂分寸。老周这话在理，咱们都是趟过泥水的人，教训不是纸上写的，是拿筋骨换来的。几把老骨头少在这儿嚼舌根。小爷我腰板挺得比旗杆还直。虚就直说嘛，谁笑话你？就是，老王我这儿有祖传方子，小百户要是信得过，分你一份，照着用，保你精神抖擞，腿脚生风。哟，老王你还藏着这等宝贝？我倒不用，不过我有个熟人正等着这东西。老周你也惦记上了？哦，明白，都明白。张百户这是打哪儿去啊？哎呦，是萧百户，久没见了，闲得发慌，带人出去转街面。哦，巡街，那是衙门捕怪的差事。张百户这是要越界呀，不怕他们找上门来？哪敢抢功，纯属消磨时人罢了。巡街就算了，眼下正好凑局，来2把如何？对，干坐着也是耗着，不如手热。上回输你们几百两银子，今儿非搬回来不可。张百应也一道来吧。算了算了，今儿出门没揣钱，不玩了。还是留下陪大家耍吧，张百户，扫了大伙兴致多不合适。若真缺钱，我先垫上2、3千两随你取。小百户，我自问没得罪过你，这是何故？张百户确实没冒犯我，只是抱歉，今日你不能踏出镇抚司半步。小陈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凭什么堵我的路？缘由你自己清楚。整点力气吧，张伟，今天你走不了。我想走，谁拦得住？萧晨，你欺人太甚！真当镇抚司是你家后院，光天化日之下对童棚下重手，眼里还有没有规矩？你无端伤人，我这就去千户面前告你一状。告便去告，我不拦。只要你不出这扇门，爱做什么随你。奸佞、恶徒、逆党，全都该斩！
陛下息怒，保重龙体要紧啊。名单上的人可都核验过了，底细查实了没有？眼下知晓这份名单的总共几人？片刻未停，即刻入殿面圣。若准臣放手彻查，3天之内必叫水落石出。如今知情者，除臣与3太保袁雄外，仅百户萧晨及其麾下2名总胄。臣已向上人头担保，此单绝无外泄之虞。3天太迟了，这3天里变故可多着呢。萧晨朕认得，你既信得过他，朕自然也信得过。可纵使他守于手下守口如皮，难保扒人不露半点风声。连锦衣卫白影都能被魔教收买，备战府处理，又还埋着多少暗桩？况且朕等不了3天，朕现在就要知道这些人究竟有没有勾结魔教，他们干过哪些见不得光的勾当？朝堂之上还有多少前朝余孽在庄中办善？臣御下失察，罪责难逃，请陛下治罪。罢了，起来吧。此事不全怪你，人心似海，贪欲如渊。只要人有软肋，魔教便有机可乘。他们被收买，归根点底是心太黑、手太长、胃口太大。一群吃朝廷饭、砸朝廷碗的东西，是朕给的俸银太少，上的宅邸太小，还是平日纵容不够，让他们胆子肥到敢攀附邪教？只要肯办事，私下捞些走水，朕睁一眼闭一眼也就过去了。可一旦勾结魔教，那就是踩了朕的生死线。传朕口谕，名单所立之人即刻缉拿入诏狱。你亲率几位太保主审，务必剥开他们的皮，撬开他们的嘴。朕倒要看看谁给他们的胆子。魔教贼子，前朝余孽，一个都别想活！糟了，莫非萧晨真握住了我的把柄？那些魔教徒才刚落网，这么快就扛不住招了？不，绝不可能！魔教之人骨头最硬，向来宁死不吐实。难不成他在诈我？无论如何，明哲保身才是上策。一旦那些事浮出水面，等待我的唯有抄家灭门。留得越久，破绽越多，一刻也拖不得。萧晨，是你逼我至此！爆元大法，这是短期炸金潜能战力暴涨3倍的禁术，不到生死关头无人敢用。张伟竟拼了命要突围，他必有不可见光之事。花下子罢了。来人，拿下张伟，押入诏狱候审听课。萧百户，你这……奉袁千虎军令，缉拿百户张伟，生死不论。太保亲授密令，持者如袁雄亲临，百户可先斩后奏。果然如此，萧晨早有倚仗。不多不少，恰好7人。名册上剩余的7名嫌犯全动了，走得掉。想跑？双龙取水，这一击毙命！这般长进，闻所未闻。三阳刀法，惊鸿一刀。那7人皆是先天高手，其中2人更是先天后期，联手足以压制寻常先天巅峰。可在他面前，脆弱的如同纸糊的傀儡。他的掌法、轻功全然陌生，从未在江湖中流传过。唯有刀法有人认出是三阳刀法，可威势比传闻中爆练数倍不止。这就是真正的天纵之姿吗？无论何种武学到了他手里，都能爆发出远超常理的杀伤力。丁，检测到宿主镇压8位锦衣卫百户，镇压魔教窝点任务已完成，是否领取奖励？领取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满级傲寒6绝，奖励发放完毕。
傲寒六绝，刚烈霸道，招大开大合。唯有配合血影狂刀，方能催动其真正威能。自此以后，你我再无缺憾。来人，把蒋超、贺无名、董齐三人拿下，门外2具尸身一并收回。属下遵命。萧晨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在镇抚司内当众杀人？你知道自己闯下多大的祸吗？担得起这个罪责吗？公然违抗锦衣卫法令，你是想造反不成？来人，把萧晨给我拿下！这是袁千万亲授密令，若有疑义，尽可当面问他。密令就为了杀4个同僚，还非得打得血肉模糊才算完成？世家机密，恕不便透露。少废话！一句密令就想堵住所有人的嘴，本官凭什么信你？来人，拿下萧晨！千户大人，这可是袁千户亲手所托，您真要为此事与他为难？休拿袁雄压我，本官不惧他。无论如何，你在镇抚司内残害同堂，已是死罪难赦。本官劝你束手就擒，莫做无谓挣扎。等袁雄回来查清原委，朕做自会放人。竟敢对本座动手！我没眼花吧？飞出去的是洪振南，洪千户输了，是萧晨干的，他真有这等本事。先天境竟能正面硬汉宗师千户，且丝毫不落下风。越阶对敌，真有这么轻巧？萧晨，你怎会强到这般地步？方才那一掌，我已倾尽7分力，寻常先天巅峰挨上一下，当场吐血跪地，本想借势镇住他，结果反被震得气血翻腾。2掌相触刹那，一股刚猛无比的反震之力逆冲而回，险些让我心神失守。什么时候先天武者的长进，竟有了如此霸道的穿透力？那一掌，我只动了4成真力。洪千户，在下冒犯了。萧晨，你实力不俗，但锦衣卫规矩森严，岂容你肆意践踏？在镇抚司内诛杀同僚，罪责极重。若你肯束手，我愿替你陈情，力求从宽处置。以你这般天赋，实在不该意气用事，断送前程。多谢洪千户体恤，但在下确实奉袁千户密令行事，恕难从命。你，妈的，萧晨，你是不是脑子有坑？够了，都住手！参见千户大人。都起来吧。袁大人，萧晨声称奉您密令，在此自杀4名百户，令致4人重伤，可属实。确有其事，他行事果决，出手必是情非得已。待事情落定，我会向诸位详加说明。现在你们先退下。你随我来。究竟是何等大事，竟让袁雄如此讳莫如深？不敢想，不敢想了。幸亏袁雄及时赶回，若再僵持下去，局面怕是要彻底失控。干得漂亮，没坠了锦衣卫的名头。分内之事，不敢居功，只盼大人别计较属下今日在镇抚司动了刀子。哼，一群魔教逆党，斩了便斩了，还值得反复掂量？就算今日不死，明日也必伏法。死在你手上，反倒是少受些零碎罪。后续查办，陛下已交由指挥者与太琼全权处理，你不必再插手。你的功劳，本座记着。是，属下明白，属下告退。你一直在旁观，可看清萧晨的底线？看得真切，此人根基扎实，战力惊人，8名百户在他手下毫无还手之力，被他一人压得抬不起头，连洪振南出手也被他逼退半步。哦，竟能接下洪振南一掌，莫非已跨入宗师之境？上尉，单看真元凝练程度，顶多是先天巅峰，或仅差一线便可破境。哼，洪振南那一掌留了3分力，萧晨才得以借势泄劲，从容后撤。
但即便如此，他的实力也远超同阶。你觉不觉得他还有所保留？不好断言，藏与不藏，终究只有他自己清楚。看来他确实得了前辈高人的遗位，否则短时日绝难真到此等境界。大人真不心动，他所修绝学非同小可，说不定已达9品之境。若能纳入锦衣卫核心，我司战力必能再上一层楼。只要大人开口，萧晨想必不会推拒。人都有私密，强揭其短，只会寒了人心。萧晨是可用之才，若因一纸秘籍令他生出嫌隙，得不偿失。绝学再贵重，终究是死物，人才难得才是锦衣卫立身之本。眼下大周表面风平浪静，实则内忧外患交织，稍有不慎便是倾覆之灾。朝廷多一位大宗师，不亚于添10万精锐铁骑。大人思虑深远，忠肝义胆，在下由衷钦佩。有人在暗处盯着我，那种被盯住的感觉，像冰锥顺着脊梁骨往上爬。虽然没揪出暗处的眼睛，但绝不是神经过敏。谁在打我的主意？是魔教的人，还是李林的手下？既然想跟我兜圈子，那就陪你兜到底。我呸！这萧晨到底图啥？满大街瞎溜达，看见吃的就扑上去啃2口，饿死鬼投胎呀！哼，早听说他出身寒门，果然没见过世面，眼皮子浅得很。这2个蠢货只是诱饵，真正的正主还藏在暗处没露过影子。他泡澡去了。操，他肯定早发现咱们了，存心耍我们，遛狗呢！住手！别坏了小主人的事儿。狗娘养的，终于肯出来了。人呢？刚才明看见他进来的。糟了，跟丢了，回去怎么跟小主人交代？早该在大街上截住他的。你们说的小主人是李林。我再问一遍，你们那位小主人是不是李林？是李林。他派你们来干什么？杀我？不是，小主人只让我们找您，说想见您一面。见我？免了，我对那位权贵子弟没半点兴趣。好，不见就不见。萧百户开恩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。行，饶你们一命。真的？哼，假的。我最烦那种变态，尤其丑得离谱的。所以，你是自己出来，还是等我亲手把你揪出来？哼哼，想走？就像猎手逗弄困兽。接着撩啊！怎么歇脚了？你胆子倒不小，时知我引你入狱，竟还敢一头扎进来！一群散兵营勇，也配让我皱眉？哼，嘴硬撑不了多久，你这张脸再过半盏茶就该哭都哭不出来了。
来得挺齐，38人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。为杀你一人，再多人都值。我该不该谢你抬举？今夜天败星与我天牢星联手，率10位地煞、26名鬼影围剿于你，你死也算死得体面。哦，原来是你那晚护送秀女时被我一掌拍得滚下山崖的那位高人。住口！你还活着，命倒是硬得很。当时那一掌震断你3根肋骨，伤及心脉，本以为你早该咽气了。哼，我圣教底蕴，岂是你这种井底之蛙能揣度？区区皮肉之伤，何足挂齿？是吗？那今晚我便多使3分力。小心，此人修为远超预料。结阵，速结天罡北斗阵。米粒之珠，也放光华。傲寒6绝，惊寒一片，6式里最凌厉、最干脆的一击。此人不可力敌，速撤！来了就别急着走，手下尽数伏剑。你们身为头领，岂能未战先逃？天败星，不必跑了。省力气吧，在我面前，你想死都由不得你。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现在肯说了吗？说吧，为何盯上我？你的实力惊动了鬼帝，他怀疑你得了前人遗落的机缘传承，想据为己有。还有，你今日毁了天巧星的堂后，我们本想拿下你，逼问锦衣卫的情报，最后圣教容不下锦衣卫里你这样的妖孽，必须尽早除掉。这么说来，我该死的理由倒是挺多，连魔教都为我兴师动众，不惜倾巢而出。除了你们，还有谁在打我的主意？眼下没有，但今夜之事若传回总朝，圣教绝不会罢休，等着你将是圣教永不停歇的追杀，你必死无疑啊！废话太多，我要听的不是这个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鬼帝的老巢藏在哪儿？我真不清楚。不清楚？千真万确，你务必信我。除了鬼帝贴身不离的死忠亲信，世上再无人知晓那处据点，连教主本人都被蒙在鼓里。既然老巢不知，那就换一个。你和天败星在金陵城究竟奉了什么差事？我们此番是往秀女之中安插密探，伺机弑君，除掉景泰帝。弑君？可你们的人不是早被揪出来了？哼，你们查出来的那几个地煞先天，不过是明面上的幌子罢了。你的意思是？已有天罡宗师混入宫中，正是。人在哪儿？顶着什么身份？我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！所有卧底一旦入宫，便彻底斩断与圣教的一切往来，唯有鬼帝一人掌握他们的真名，指使藏身之处。你就算杀了我，也问不出半个字。总共几人？
3个，全是天罡堂主。没错。侦测到宿主正遭魔教追杀，幕后黑手为魔教护法之一鬼帝，请务必将其诛灭。任务奖励：满级天意4项诀。来得正好，鬼帝，你的好日子快到头了。糟了，出大事了！速回禀鬼帝！废物，2个人去抓个毛头小子，反被人家宰了，简直是丢尽脸面。李林，当朝首辅李文博长孙，吏部尚书李定山嫡子，北镇抚司锦衣卫千户，生来坐拥权势，从小到大没有办不成的事。大小主人息怒，萧晨的底细我已查得一清二楚，不过是个仗着几分筋骨病妇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钉，全靠袁雄在背后撑腰，才敢如此跋悍。收拾他根本不必大动干戈。既如此，这事就交你办。2天，我只要2天。届时，我要亲眼看见萧晨的人头摆在岸上。原本瞧他有些根基，若肯低头归顺，尚可收作臂膀。既然敬酒不吃罚酒，那就送他上路。谨遵号令，萧主任。行了，都退下吧。照你所言，天拜星、天牢星，连同他们带去的所有人，全都折了。回禀主任，确实如此。废物，一群饭桶！鬼一，鬼帝耗费10年心血淬炼出的顶尖死士，无心无念无惧，亦无自我，忠心刻入骨髓，命令便是天命。你亲自查验过现场，那人功夫如何？此人出手果决狠绝，招招致命，从不留活口。若你亲自出手，有几分胜算？3成。若启用黑骨，属下可保7成把握。你去一趟七杀楼，替我挂出萧晨的悬赏，白银50万两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小陈，来块豆腐不？今儿头锅点的，滑嫩的很。婶子不用费心了。大人，您可算到了。怎么，天塌了，还是衙门屋顶漏雨了？哎呦，大人啊，这时候您还有心说笑？昨儿您撬出来的名单见效了。从昨夜子时起，各处人马就没停过，抄了多少户高官宅邸，连账都来不及记。
抄就呗，又没抄到你们家门槛上，慌什么？大人，这见外了，名单是您审出来的，功劳簿上头一笔就是您，这差事本该您领头。您再不来，好活全让人抢光了，咱们连渣都捞不着。我来得迟，但肉不会少一块。小百户，千户大人有请。等着，马上开锅上席。詹事府少詹事刘千红，朝廷正四品大员，职权应在锦衣卫镇抚使之上。按规矩，查差这等级别的官员理应千户亲自带队。袁雄却把这张硬签塞进了萧晨手里。人交给你了，能挖出多少，全看你的本事。哼，大人放心，属下定叫他连底裤都交代干净。出发！撤！大人，让属下来。这是哪家的宅子？不清楚，惹上锦衣卫，八成是栽了。嘘，小声点，这话让锦衣卫听见，当场就能把你拖进诏狱。百姓口中的李贼，指的是首辅李文博。12年不知陷害了多少朝廷重臣，每次抄没家产都由锦衣卫执行，久而久之，锦衣卫便背上了依附李贼、残害忠良的骂名。事实上，锦衣卫只会使夏云轩与李文博势同水火，这冤屈，一时找谁说去？围住刘福，一只鸟都不许飞出去！得令！圣旨到，查抄刘福，上下人等一律所拿候诊，胆敢拒捕者，格杀勿论。刘大人这份镇定，倒真叫人刮目相看。大祸临头，竟还能稳坐如钟，这等涵养，本官倒真有些佩服。本官自入仕以来，始终恪守清廉，不取一文非分之财，不染一点污浊之气。上不负天恩，下不愧黎庶，心中坦荡，何惧之有？刘大人若还有话说，留到诏狱慢慢讲，本官没工夫听高谈阔论。押走！住手！你们这群狗贼！锦衣卫最惯用酷刑逼供，屈打成招。本官不信你们，本官要面圣，陛下自然能还我清白。我要见驾！我要见驾！闭嘴！老糊涂蛋，锅糟死了！身前喊清白的官儿，哪个不是这样？刘大人是不是干净人？很快就能见分晓。再说一句，这次不是因贪墨落网，罪名是勾结魔教。鹰犬，本官可是朝廷4品大权，岂容你如此羞辱？本官怎可能勾结魔教？这是构陷！是不是构陷？诏狱里自见分晓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秀才御剑兵有理也说不清，一个只会动便杆子的文官，偏要在锦衣卫刀锋之下讲道理，岂不可笑？天下确有清官，但绝不会是你。来人，把刘府给我掀个底朝天，墙要拆，砖要撬，地要掘，连茅房的粪坑都得掏一遍。刘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般灰白，莫非身子骨出了岔子？回大人，后花园西墙砸开，里头堆满整箱银缎，粗估不下5万两。茅厕底下挖出密室，藏银整20万两。下人房床板掀开，暗格里起出黄金3000两。刘大人，这就顶不住了，好戏才刚开场呢。住手！你们知道爷是谁吗？我爹是詹事府少詹事刘千红，正4品朝臣。敢动我一根汗毛，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刘大人，您这教子之法，当真令人叹服。儿子个个傲气冲天，胆气十足，本官尤深钦佩。爹，你快起来啊！爹，
你快起来，快让他们滚！快把这群锦衣卫轰出去！他们打我，你得替我报仇啊！谁若肯说刘千党私藏金银的去处，本官既往不咎，放你们一条生路。老爷把3万两银票全压在我床底，我还敲挪走5000两，他一直没发觉。还有后花园东角墙根埋了2只大瓮，里头全是珠宝。水潭底下还修了密室，我没进去过，但听他提过一回。回大人，奴家曾多次见刘千红深夜密会一名黑衣人，那人每次来都递给他厚厚一叠银票。闭嘴！你这贱妇！住口！不准再讲！哟，吓尿了。那人身份，奴家确实不知，也从未见过面容，但刘千红对他毕恭毕敬，绝非寻常往来，其中必有勾结。大人细审他，自然水落石出。放心，这一功本官记下了，带下去。刘千红能把无耻说得如此理直气壮，本官倒真得夸你一句，脸皮厚的刀砍不进，水泼不透。你一个通敌叛国、祸害乡里的逆贼，张口闭口上不负天，下不负地，中不负君，心不负民，这话从你嘴里冒出来，本官听得脊背发凉。来人，拖下去。别啊，大人，饶命！饶命啊！我全招句句属实，只求大人留我一条狗命。只要大人肯开恩，我手里有一笔足以撼动朝野的巨资，愿尽数奉上。刘千红，想说话，诏狱里有的是时间慢讲。你那笔撼动朝野的银子自己留着，等饭时压惊吧。撼动朝野，一听就是个饵，还带着倒钩。刘千红死局已定，神仙也拉不回。超出这么多硬货，刘千红真是个吞金巨肚。谁能想到，平日笑呵呵的，背地里黑成这样？该剐，早该剐了。这一回锦衣卫办的敞亮。听说不止他一个，城里好些官员府邸都挨了查，十有八九是一桩牵连极广的惊天大案。金陵城怕是要血雨腥风了。过几天菜市口要开刀，去不去抢？去，怎么不去？他们谈的哪一文不是咱老百姓的血汗？报应临头，岂能错过？小百户，你们小队这回可是盆满钵满啊！许兄说笑了，奉命行事而已，哪敢言盆满钵满？这话传出去可要惹麻烦。哈哈，对，是我嘴快失言。抄得如何？可有线索？就看萧百户的进展了。据刘千恒正妻供述，他曾多次密会一名黑袍蒙面人，举止毕恭毕敬，甚至不敢直视对方。此人极可能与魔教有关。很好，此事本座已知晓，你们先退下吧。是，属下告退。此等刀术凌厉而不失章法，其鬼中暗藏正道，不知是哪位高人所授。听说你那身轻功和掌法也颇为精妙，一并把秘本呈上。如此，老夫倒还能饶你不死，否则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忌辰。想要秘本，自己来拿。就凭你这等酒囊饭太，怕是连刀锋都碰不到。哼，好言相劝你不听，偏要自讨苦吃，让你献上秘籍，已是抬举你了。既然你执意寻死，那就别怪老夫不留情面。